从白景那儿得知那些资料之后，谢天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决定先瞒住萧晨。他试着联系他那不着家不靠谱的师傅尹红，想和他商量魔石的事情，偏他的信号发出去有几天了，尹红愣是一个回应都没有。需要的时候就玩捉迷藏，这不靠谱的老家伙。谢天下楼倒垃圾的时候，听到小区里有人在吵架，大概闲得无聊，便躲在大树后面偷听了一会儿，顺便呀欣赏一下别人夫妻是怎么吵架的，到时候也找白景试上一试。却不想竟碰到了老熟人神泉门的雷破天。在上一届魔选中，这雷破天可是把谢天当成了最大的对手，若不是碰上他生孩子，雷破天能缠着他打上好久。这一次魔选，谢天还以为雷破天会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凭这家伙唯恐天下不乱的性子，起码会来找他打架探探虚实。可没想到都这么久了，雷破天是一个面都没露，更没想到他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和女人牵扯不清。我们离婚又不是不能复合，等我魔选后再申请复婚，有什么不好的吗？雷破天拦住要走的媳妇儿。你以为离婚是儿戏啊？想离就离，想复合就复合。不是，那这不是魔选在即，我没办法吗？那在你心里，到底是我重要，还是你的魔王重要？这句话真他妈熟悉。谢天心想，脑子里想起那日白景认真问他的那个问题，到底哪个比较重要？这不废话吗？当然是魔选重要。不过要是这么回答的话，他肯定白景绝对能剥了他的皮，得想个温和一点的对策，毕竟白景那家伙功夫了得，他还打不过。于是谢天拉长了耳朵，想看看雷破天是怎么回答的，说不定可以借鉴。雷破天皱眉道，这有什么可比的？明明可以两全其美的事儿，你非要无理取闹，鸡蛋里挑骨头。谢天心道，这家伙他妈就是在作死。果然那女人一听就炸了。什么？你说我在无理取闹？雷破天立刻慌了慌，这不是啊，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女人也是个狠的啊！雷破天上前抓她的手，被她转身抬脚踢到了小兄弟。雷破天疼的呀是脸色顿变，想捂着那里吧，又怕路人见着尴尬，只好紧紧地夹紧双腿，面色难看至极。林果儿，你还真下狠脚啊你！林果儿眼里含着泪，怒眼瞪圆，眼泪刚要破眶而出，被他低头用袖子擦干了。雷破天见他哭得眼睛红红的，那心里像被蚂蚁咬了一般，顿时不知所措了。雷破天伸手胡乱地在他脸上抹了抹，捧着他的脸，近乎哄他：果儿啊，你别哭啊，你一哭我这……我再问你一遍。林果儿看着他，语气凉凉的：你是选我，还是选魔王？雷破天的脸上闪过纠结和痛楚。果儿啊，你非要这么逼我吗？林果儿扯了一下嘴角，后退一步，盯着雷破天的眼睛说道：这次你可以为魔王之位放弃我们的婚姻，那下次呢？下次如果还碰上这种事儿，我们是不是还要再离一次？雷破天忙举手发誓不会有下次的。够了。林果儿捂着脸低声抽泣。我以为这1个多月在人界的相处会让你改观，可你没有，在你心里还是你的魔王最重要。雷破天，我知道你喜欢我，但这种喜欢让我很没有安全感。你想当魔王，可你想过没有？我是正道上的人，你觉得你当上魔王之后，你们的族人还会接受我吗？
会让我当你们的魔后吗？雷破天坚定地说道，这是我们的事，他们插不了手的。林果儿后退一步，和他拉开了距离。算了，我同意离婚，明天民政局见吧。说着拍掉雷破天的手，转身跑开了。雷破天站在原地握着拳头，到底还是没有跟上去。哎呀，谢天看到这儿啊，就莫名的觉得这胸口有点沉闷，但又不知道沉闷从何而来。谁在那儿？谢天转身要走，雷破天突然喝了一声，接着一拳就打了过来。谢天侧身躲过，还未松口气，雷破天的拳头再次揍了过来。谢天不得不由躲为攻，因为附近有不少凡人，他们也不好动用灵力，只能蛮力打架。这没一会儿，两人姿势扭曲的相互牵制，在草地上就滚了起来。妈的，谢天，我丫早就想揍你了！谢天不屑地扯着笑，哟，放你家的狗屁！你这是心情不痛快，拿老子当靶子？那也是你的荣幸。雷破天心情不爽，拳头甩的是又狠又密。不过谢天呢，也不是个好对付的。雷破天的拳头揍他脸上之前，还得先吃他几拳。两人暴打一团之后，谢天依旧是那屌屌的样子，语气轻狂的要死。那就看看谁被揍成猪头。两人曲曲扭扭地打了10几分钟，有一个好心的路人上来劝和，却不巧被他们一人一拳揍歪了鼻子。那人捂着血淋淋的鼻子一阵痛哭，没一会儿保安被叫了过来。谢天和雷破天见势不妙，眼神相交，默念1、2，决定暂时罢手。在保安举着电棒追过来之前，立马掉头跑开了。我还挺可怜你的。谢天以一种气不死人就不罢休的气势，阴阳怪气地说，上一回魔选没能选上，这回更好，连老婆都给整没了。雷破天是咬牙切齿，我去你的，我和我老婆好得很。谢天挑眉，语气特别欠，也是，明天之后老婆就不是你的了，今天使劲喊。雷破天冷悠悠地瞪着他，忽的声音冷了下来。我说你到底有什么好得意的？你和白锦的事儿现在还传得沸沸扬扬的，外面的人都喊你们国民夫妇，说你们多么相亲相爱，可最后你不还是要为了魔选放弃他吗？谢天不以为然，我和他只是试婚，和你不一样。雷破天哼笑，哪儿不一样啊？白锦是太医门未来的掌门，若我们族人连我媳妇都接受不了，你觉得他们就能接受白锦？到时候不管你们谁臣服谁，都会惹到其中一方的人。谢天道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正魔两道虽然表面上和和气气的，但私底下谁都见不得谁好。若非有修委会这个强大的机构在，指不定双方那都打了多少回了。之前大概是懒得想吧。谢天挠了挠太阳穴，现在一听就已经开始觉得头疼了。雷破天见他突然不说话，心下有了一点平衡性的安慰，接着说道，不过如果你现在放弃魔王之位，也可以落得一身轻松啊。你当老子傻吗？谢天突然呵呵一笑，以为3言2语就能被你搞定，笑话。谢天懒散道，我告诉你，这次的魔王我是当定了，不就是个男人，一个不合适就换一个，有什么大不了的？这话也不知道是自我安慰还是故意气雷破天，说出来后却一点爽意都没有，反倒心里隐隐的有点不舒服。后来看到雷破天嘴角勾起的笑容，谢天心下更觉不对，似是猛地察觉到了什么。谢天猛地转身往后一看，
白景竟然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站着。谢天顿时脑子一片混沌，像记不清刚刚说了什么，那些话又好像清晰在耳。白景的脸色说不出的难看，他死死地盯着谢天，眼底蔓延出一丝冷意，像在极力隐忍着，好似随时都会爆发出来。白景，你什么时候过来的？谢天自己都不察觉自己说话的时候有些心虚，他正要走过去，却被白景施法拦在2米开外。白景慢慢垂下眼眸，长袖下的手紧握，因为力气太大，肉眼可见的颤了颤，却一言不发，随后没再看谢天一眼，转身离开了。白景，谢天顿时有些心烦意乱，追了几步却没了白景的踪迹。不是说没什么大不了吗？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那回事儿啊。雷破天故意说话扎他，仿佛扎他越深，自己心里就越加好受。你闭嘴！谢天看着白景离开的方向，心里像突然被人抓了一把，有些空落落的疼。他回头瞪了雷破天一眼，语气冰冷而又坚定道：有老子在，你休想当上魔王。那就走着瞧。像是不想给他痛快，雷破天怒吼而出。吼完后，雷破天无力地躺回草地上，眼中透着一点茫然。刚刚他看到谢天眼底闪过一丝细微的害怕，大概是怕失去白景吧，可那家伙好像都没意识到自己真正在乎的是什么。想着想着又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还是第一次在谢天脸上看到那样的表情。不知想到了什么，雷破天嘴角抿了一丝笑意，如释重负般松了口气。随即他给林果儿打了电话，一遍没通，打了3、4遍。电话接通之后，谁也没说话，彼此沉默了3秒。雷破天突然说道：果儿，我们回家吧。话毕，是一阵久久的沉默。林果儿似乎在平复情绪，好一会儿才开口：你什么意思？雷破天说道：我不比了，不要魔王之位了。果儿，我只想和你过普通人的生活。那边林果儿沉默片刻，似是哭了。雷破天还没想好安慰他的说辞，他已经擦干了眼泪，哼道：哼，你是怕打不过谢天吧？这件事之后，谢天和白景陷入了一场真真正正的冷战。白景整日待在书房里处理事务，门口设了结界。谢天敲门不应，硬闯不得，几天2人话都没说几句，他连饭都不做了。午饭和晚饭，谢天父子俩不是吃泡面就是点外卖，白景自己吃他的丹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谢天想着白景平时拿美食哄他，也难得照着食谱自己做了一回，想用来哄一哄白景，然做出来的东西却失败的连谢多多都吃不下去。谢天心想着，又抬头往白景的书房看了一眼，这家伙生气起来啊，还真是油盐不进，难哄至极，连一句解释的机会都不给。谢天秉持十足的诚意，敲书房的门：白景，饿了吗？我给你做了点吃的，一点意思，不足敬意。因为语气十分的讨好和谦虚，以此很好的掩盖了他的厚颜无耻。里面依旧没有动静，谢天又敲了一下：你好歹出来尝几口，我跟你说，我最近厨艺大有长进，保证毒不死你的。白景在书房里面还是没有回应。谢天端着盘子的手指微微发酸，干脆施法让食物自己悬在半空，
继续苦口婆心地发挥他的哄人大计。白景，你都把自己关在里面2天了，别闷出病来才好。是，我那天说话的确过分了，可我那只是想气气雷破天，那些混账话都不作数。不过那效果也是挺好的，他第2天就退出了魔选，我也少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不是？说着说着，忽然感觉气氛不太对，忙刹住嘴，又道：白景，你在我心里可是无人能比的，能和你在一起简直是3生有幸。门这时打开了，谢天心道：这就给他劝出来了。看到突然站在门口的白景，谢天的心情实在是说不出的微妙。他的脑子短路了片刻，不知是在惊讶于白景突然这么好哄，3言2语就给哄住了，还是在回忆后面准备的甜言蜜语。白景盯了他2、3秒，你刚刚说的可都是真的？谢天立即点头，神色严肃。那还有假呢？我谢天什么时候说过假话？那你可愿为我放弃魔选？白景眼神笔直地看着他，没有往日的温情，犹如2人针锋相对时候的淡然，只是这时候多了一点谢天看不明白的执着。面对这种想也不用想就能回答却又不能回答的问题，谢天在心里直叫苦，舌头仿若也打了结，张口闭口没说出一句像样的话，斟酌了好一会儿才说成一句：你看，你是太医门未来的继承人，我只是个小小的魔修，如何能配得上你？要是以后我能当上魔王，与你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了，不是？白景面色依旧，冷淡的像结了冰的湖面，平平静静的就能冻你3尺。谢天不知道自己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早已经踩了白景的雷点，还以为自己酌情酌理的说辞很有道理，但一会儿他就察觉到一点不对劲了，因为此时白景的目光深如潭水，望不见底，却又散发着一抹苍凉。谢天，我在你心里就这么无所谓？他听见白景几乎平静地说，那时谢天才意识到白景的生气是认真的，而且他好像更加生气了。此时白景的眸色很深，深而不见底般，透着一股克制的凉意，他似乎也在隐忍着这团怒火。白景生气的时候向来不动声色，谢天早就习以为常，只是别人生气是冒火，他生气是散寒。谢天下意识地挺直了后背，手撑着石盘，过了一会儿，非常不着调地说了一句：要不你先吃点东西。毫无意外，白景后退一步把门给关上了。谢天有些无语，得，这下误会又加深了。白景这家伙的脾气和寻常人与众不同，好哄的时候3言2语就能搞定，那不好哄的时候比谁都难伺候。况且这一次的确是谢天说话过分了些。男人一旦扎过一次虽然谢天只是口头没心没肺的扎过那么1次，但渣男哄老婆的时候怎么哄看起来就怎么渣。且看白景那生气的样子，谢天深觉怎么都得落得一个千夫所指的下场呀。谢天向来不懂处理这种感情上的琐事，总不能让他去求系统吧。系统这货就算能说人话，那也还是个东西，懂什么风花雪月呀？除了上赶着挖坑也没啥用了。当天晚上谢多多睡着之后，谢天一个人躺在床上睁眼冥思苦想。快12点的时候，白景还在书房待着。谢天翻来覆去滚了一会儿，隐隐听到一些动静。谢天倏的一下从床上一弹而起，在他认真听的时候却没听到任何声音，大概是错觉吧。谢天坐着发了会呆，终于
还是忍不住再跑去敲书房的门。敲了几下，里面依旧没有回应。谢天本以为白景是因为生气才不为所动，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因为书房门口的结界很微弱。这结界是白景设下的，结界的强弱和他本人的灵力也有关。谢天心下暗道不妙，略施一法，果然一下就破了那道结界。白景，书房里没开灯，月光从窗外照进来，在地上圈出淡淡的白光。明明是7月的大热天，屋里却透着一股寒凉，就像空气中掺了细碎微小的冰块一般。谢天能真切地感觉到皮肤被冻刺了一下。白景，他在书房里扫了一圈，目光落在未关紧的窗户上，莫不是有人偷袭白景，从窗户里追出去了？想到那日意外碰到的长毛怪，谢天的眉头拧起了小山，下意识往窗外看了一眼，果然看到一道黑影一闪而过。心中不好的预感更浓了。谢天正要走到窗户那边一探究竟，忽的手腕被一个东西绊住，那一抹冰冷让谢天有种手插进冰块里的感觉。他下意识地往旁边躲，但察觉手腕上被用了力，仅仅是加大力度而已。谢天垂眸一看，是一只手，准确地说是白景的手。谢天缓缓侧头往回看，果然看到白景站在他身后，他似乎在极力隐忍着什么，眉头紧紧皱成一团，眉宇间仿佛沉着一团阴气。身为魔修，那是什么，他谢天最清楚不过。白景，你身上怎么会有魔气？谢天试探地问，目光困惑而又透着难以置信。白景紧绷下颚，一语不发，须臾他身上的寒气才减缓下来，缓缓地松开谢天的手，稍稍站得离他远了一些。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你身上的魔气是怎么回事？谢天皱着眉，语气不觉重了几分。白景越想避开他，他便越要上前去抓。一阵扭捏的一进一退，一避一攻之后，谢天成功地把白景堵在了后墙之上。别想骗老子，刚刚老子看到就是魔气，对不对？白景后面已无路可退，下颚线紧绷，目光笔直而又复杂地盯着谢天。谢天在他的注视下，依旧用力握住了他的手腕。那一瞬间，残余在白景外表的冰寒触体而入，光速蔓延，仿佛在谢天的血管上穿了一阵激灵。谢天忍着口吐芬芳的冲动，把白景紧紧圈在一起的石头似的拳头一根手指一根手指的松开，随即在他的手心上，谢天看到了一团寒气，那寒气凝结一簇，仿若在他的手心封了一块冰似的。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谢天沉沉地问道，连自己都未曾发觉，说话的语气中夹杂了一丝怒火。白景再次收紧五指，握成拳头，不让那里的寒气透出，但谢天非不让他得逞。他想握拳，谢天就偏与他五指相扣。大概是为了压制那股寒气，白景的灵力弱了些，谢天几乎轻松地就摊开了他的手指，与之交握。白景好看的眉头深深拧着，不赞同地看着谢天，心疼而又无奈地喝他：“快松手！先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谢天被冻得牙齿开始打颤，心想白景这货真他妈能忍呢。他仅仅是碰着他的手，就差点被冻成狗。这货偏一语不发，还忍得一副什么事儿也没有的样子。这么能忍，怎么不去当演员算了？很快，谢天又发现
那一抹像冰块的东西不仅镶嵌在白景的手心，他的胳膊肘、脖子后面、额头等处都有，最大的还是他胸前有如巴掌那么大的一块。操，白景，你他妈是要被冻成冰了吗？谢天伸手按在白景的胸前，试图用灵力给他镀点温度，却被白景用力劈开。大概是用了全身的力气，谢天被他推开了数米远，而白景也受了反作用力，踉跄后退，后背重重地撞在一旁的书架上。他似是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再次拳起了拳头，极力地将想要扩散的魔气封起。白景，你他妈到底怎么回事？谢天站定后立马又走过来，气势汹汹地想要问个究竟。白景忙出声道：就站在那儿，别影响到我，我没事儿。谢天见他面容有些痛苦，不由得也握起了拳头。像白景这样能忍的人都露出这样痛苦的表情，想来这种感觉是相当的不好受。谢天一时也不敢去打扰他，只是目光紧紧地盯着他，只要白景露出一点不对劲的地方，他就能立刻扑上去，就算找不到法子帮他压制，起码能给他一点温暖，不至于让他就这么给冻成冰块。约莫过了小半个小时，白景身上的冰块才渐渐缩小，最后像蜗牛缩头一样藏进了白景的血肉里边去。谢天等他收了手，忙过去扶住他，手上的触感依旧有点冷，好在程度已经不似方才，谢天略略松了口气。他把白景扶到椅子边坐下，像平时哄谢多多的样子，语气难得慈祥的像个爹。感觉怎么样？喂。白景稍稍错开谢天的触碰，意识到他想做什么之时，又抬手拦了一下。我休息一会儿就好。谢天只好收回打算给他镀灵力的手。他看了白景一会儿，拉了把椅子在侧边坐下，压下对他的恨铁不成钢，翘起二郎腿，假装不在意，只是很好奇的样子，一脸审视地看着他。说吧。白景面色平静，若无其事地整理桌面的文件。说什么？谢天舔了舔下颚，实在是想骂人，但又好脾气地把话给憋了回去。他拿起放在桌子边缘的笔，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白景身上。想起他喊他谢小天，又想到他刚刚散发的魔气，最后避轻就重地问道：你有魔化的迹象？白景动作微顿。谢天心下微滞，不动声色地把那抹意外平复下去，语气平平地问：什么时候的事儿？白景看着他，忽然问道：你在乎过吗？这句话让两人都沉默了一瞬。如果谢天没有理解功能障碍的话，他大概好像可能在白景这句话里听出了一种类似埋怨又委屈的意思。谢天拿着笔微顿，没有继续往桌面敲，因为一时惊讶而停止了动作，再敲吧反而破坏气氛，引起尴尬。哪怕在这短暂的沉默里，尴尬已经插着缝疯狂生长了，好吗？白景无言地看他一秒，斟酌道：我只是在休息上碰到了一点瓶颈，谈不上魔化，只要以后参悟得到就没事了。哼，你说你现在身体上的魔气还能被你化解埋回去？谢天一语道破问题所在，显然不那么轻易的上当受骗。白景也觉得他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人，和他扯谎实在不是一个多高明的办法。平日里谢天看起来像个只会耍酷的小滑头，但实际机灵得很，反倒此时的白景看起来就不怎么聪明的样子。他不着边际地问了句：
你在担心我？谢天堪堪快被气死了。操，合着老子发脾气是出于爱好？白景语顿，深深看了他一眼，似是得到了答案，又垂下眼皮，唇角不明显地抿了一下，适才缓缓说道：在遇到你之前，我的体内就已经生了魔戒。几年前在我快突破大成之时，心神不宁，险些走火入魔，差一点就魔化。说到此，他略略垂下眼眸，说道：后来是父亲寻来办法帮我压制了下来，修为也为此损耗了不少。谢天问道：那现在为何又压制不住了？白景语气平平道：许是和近来修为大增有关，修为越高，魔气也会越强。说到这儿，他下意识地收住，抬头看了谢天一眼。谢天微微垂眸，不知在想些什么，他眸底闪过一丝于心不忍，又补充了一句：不用担心，我能压制得住。谢天呵了一声：呀，就你刚刚那副鬼样子，你觉得老子能信吗？略是一顿：刚刚你身上的那些冰块是怎么回事？就算魔化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白景看他一眼，仿若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般。刚刚我不小心中了一掌冰寒魄，这与我体内的功法相悖，所以才会这样。虽然难受了些，不过对于我而言倒没什么。谢天说道：这叫没什么？我忍得住。谢天都傻了。操，这家伙明明是一副轻描淡写的模样，为什么老子觉得他是在卖苦呢？谢天又问：忍了这次就没事了？白景一副有问就答的样子。多些时日化解，便没事了。谢天始终不太放心，又说道：这次差点就压制不住了，要不还是去找白掌门问问，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白景突然直直地看着他，说道：倒是还有一个办法。谢天眼睛一亮，忙问：什么办法？白景道：若你一直在我身边，只爱我一个人。后面的话白景没说下去，倒给了谢天意会的时间。谢天满含期待的眼里渐渐生出几分无语。哟，都这时候了还不忘给我设陷阱，白景你真他妈够可以。以前还真没有人能把谢天气成这副鬼样子。抬头看到白景眼底蔓延出来的真挚的目光，谢天顿时百感交集，无言以对。斟酌了片刻，谢天稍稍坐直，看着他的眼睛，颇有几分没心没肺地说：既然我们的误会解除了，那我们还是再来讨论一下如何提升亲密值的事情吧。我算了一下，还有10来天，我们加把劲儿，努力努力，应该可以骗倒这蠢系统。喂，我还没说完呢，你去哪儿？白景像飘一样的走到门口，冷淡的给他留了句：睡觉。谢天心中吐槽：这家伙。等白景走出他的视线后，谢天的脸色瞬间严肃下来。他不怀疑白景今日所说的话，但他确定白景还有事情瞒着他，还有刚刚白景那奇怪的举动，这绝对不是偶然。一大早，萧军就接到了谢天的电话，说他那里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语气严肃的像被抢光了钱似的。萧军想，连白景都解决不了的事儿，那肯定是大事，哪敢耽误啊？火急火燎的就跑了过来。屋里的门没关，萧军是推门而入，喘着气地问：怎么了啊？发生什么大事了？一转头却看见谢天翘着2郎腿坐在客厅沙发上，某人神情闲散，手里端着一杯茶，装模作样的品尝着。
看到萧军来，谢天下巴朝前抬了抬。坐吧。萧军大步迈过去，同时往2楼处飘。小景景和小多多呢？晨跑去了。晨跑？萧军一副你他妈在逗我的模样，白眼一翻，扭头要走。谢天，我要再信你一次，我就是乌龟。急什么？给我坐回来。谢天难得好脾气，还特意给萧军斟了茶。喝茶定性，一大早的怎么这么燥呢？还恶人先告状。萧军已经无语到了极点。哎，明明是你说发生了什么大事，大事呢？合着耍我玩呢是吧？上次你把我的事情泄露了，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行了，大事我这不是正在说吗？谢天招招手让他坐下，哄3岁小孩似的说道：别瞪我，不仅是大事，还是好事。萧军咬牙啐骂一句，果然是近墨者黑啊！和他们处了这么久，连暴脾气都养出来了。谢天啧了声，真是好事。萧军此时气得牙痒痒，但还是依言坐下了。就算被耍，也要被耍个明明白白。这一大早的汗水更不能白流。谢天等萧军喝茶缓了口气，这才不紧不慢地开口：现在给你一个提升业绩的机会。你看我和白景现在的关系进展的也不错，过几日就能参加考核了。如果考核通过，你是不是就能拿奖金了？萧军稍稍坐直身体，又道：所以今天让我这么早过来，就是为了考核向我贿赂的？我告诉你，绝无这个可能。放屁！谢天终于也不再端着了，褪去一本正经的姿态，盘起腿松垮地坐在那儿，眼神直勾勾地看着萧军，说道：你和白景是青梅竹马，他的事情你应该知道不少吧？萧军下意识脱口而出：你又想欺负小景景？谢天懒得和他计较，直入正题：白景他有魔化的倾向，别告诉我你不知道。闻言，萧军的表情有一瞬的呆滞，而后严肃起来。他又发作了？谢天了一声，还挺严重的，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萧军回道：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你知道小景景这个人，除了你对其他人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恨不得离他10万8千里的样子。我就是偶然去找他的时候，听到他父母提过一点，小景景从小就不与人亲近。好像这么说也不太对。谢天挑眉。萧军又道：小景景13岁之前可跳脱了，那时候谁都拿他没办法，他甚至还嚷嚷着要当魔王呢。只是后来他突然离家出走，3个多月再回来，完全就变了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闭关修炼，不玩了，不闹了，甚至连哭都不会。当年小景景回来之后，对离家出走时发生的事情都不记得了。每次问他，他都是两眼空洞的盯着一个地方发呆，一发呆就是好久。我们都以为他的魂儿丢了。谢天又问：是不是受伤了？脑子受了重创，还是误食了什么毒药？萧军摇头：该查的都查了，他好好的，什么伤也没有，就是没有情绪，整日就知道修炼。看病的先生说，或许是他自己不愿想起来。我倒是觉得呀，那大夫是看不出猫腻，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所以才胡言乱语。谢天皱眉道：魔气不能消除？要是这么容易，小景景何须受这些年的苦呢？萧军摇头叹道：修习之人讲究的是脚踏实地，过急过躁都有可能走火入魔，一些好的
走火入魔及时阻止住，不用受魔气的困扰。但白景，他大概是无聊才会去修炼，偏他又是个修炼天才，学得快练得深，这才5年前小景景差点就走火入魔，好在白掌门找到了帮他压制的办法。哦，什么办法？这我也不知道，反正5年前被压制之后，他的情况就好了许多。谢天不知想到了什么，眉头紧紧皱了起来。5年前，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算起来他怀上谢多多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难不成白景身上的魔气和这件事儿脱不开关系吗？萧军正了正脸色，问道：还是说小景景吧，他这次的魔化到什么程度了？我听说魔化很危险，稍有不慎恐有性命之忧啊。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谢天冷静下来了，这才又问：白景说我在他身边可以帮助他压制体内的魔气，真有这种说法？萧军愣了愣，一时也听不出来这话的真假。这我还得去查资料才行，不过他在凡界这段时间修为确实稳定了不少。放屁，老子要的是准话。谢天冷声道：要是被我发现你在耍我，坏了老子的好事，老子灭了你。这家伙看起来是真的很生气。萧军挺直后背，一边想着谢天这么生气，到底是因为白景还是因为魔血？假设刚刚的办法成立，谢天留在白景身边才能压制他的魔气，那谢天就不能去参加魔选。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白景，所以这货是在关心白景。谢天看到萧军一个人在那里一惊一乍的，看得十分心烦，心想自己一定是脑子被门给撞了才会找这家伙想办法，于是摆了摆手，好生不客气的赶人了。行了，你可以滚了。萧军无语的瞪了他2秒，不死心的问道：你现在又不关心考核的问题了？哼，你还想赚业绩？谢天啧了声，一脸欠揍的看着他。你要是在1天之内把关于魔化的所有资料帮我收集好了送过来，我就考虑考虑。萧军默默翻了个白眼，好，说的好像之前最着急的那个人不是他似的。萧军对谢天这种迂回做法表示嗤之以鼻，进而冷嘲道：想找我帮忙就直说，何必弯弯绕绕的？找人帮忙起码也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吧，你这命令的口吻和小景景还真是一个模子上刻出来的。所以后面的话萧军没有明说，谁知道谢天发起脾气来是不是也和小景景一个模样？谢天没有理会萧军的小脾气，只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又问道：话说修为增长太快，会不会影响他体内的魔气？实在不是他不信白景，而是他得找出让他出现昨天那种情况的确切原因。萧军没有立刻回话，听他这话，再联系上下，他笃定这话肯定是白景说的。于是他用一种斟酌的口吻说道：大概会有一些影响吧。谢天简直服了，又他妈是大概。在谢天想对他发飙时，外面传来了几声动静。白景带着谢多多就快走到门口，一进门就看到了萧军。他下意识望了望不知什么时候躺在沙发上的谢天一眼，又抬头看向他。有事？萧军脑子一时没转过来，在谢天偷偷的挤眉弄眼之下，急中生智：我来查水表，查完了，哈哈，我也该走了。
谢天心中吐槽：你怎么不说啊？你这是来洗手的呢？经过白景身边时，萧军刻意留意了一番，并未察觉白景的异样。他突然有一种疯狂的想法，他觉得白景的魔气发作，实际上可能是他自导自演的苦肉计。白景察觉萧军的视线，看了过去。萧军眼角一个哆嗦，嘴往两边挤，堆出了一个僵硬的笑脸。慢走不送。白景突然出声，萧军回过神来，顿时有种被利用完了就被抛弃的感觉。离开之前还大胆地瞪了谢天一眼。好在当时白景的注意力不在他身上，此时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在意的白景，下一刻已经不动声色地回到书房，给萧军打了一个电话。和谢天这成天把威胁挂在嘴边却有胆无心的傻货相比，白景那实实在在的威胁才是要命的。于是萧军不经思考就把今天和谢天聊天内容给供了出来。话毕，萧军还十分贴切地关心道：哎呀，小景姐，你的身体现在没什么大事吧？白景语气淡淡道：无碍。隔了一秒又问道：你打算怎么回复谢天？萧军啊，特别的惜命，也特别的识时务，忙道：哎呀，小景姐，你让我怎么回我就怎么回，在下保证绝无二心。白景沉思片刻道：资料我来整理，萧军那是求之不得呀。哎，遵命。哎，反正都是你们夫妇之间的事儿，他惹不得更管不得。当天萧军收到白景发来的资料后，丝毫不敢有所怠慢，转手就把资料打包发到谢天的微信里了。谢天收到消息后没有立刻点开，而是回了条信息：靠谱吗？萧军手指轻轻哆嗦了一下，心道：靠不靠谱那得问你家那位去。但他可不敢在背后造次，于是着严肃的口吻打了4个字：绝对靠谱。虽是这么应付着，但萧军还是忍不住打开资料看了一下。关于魔气的厉害上大篇幅讲解了度化魔气后的好处，至于魔气对人体的伤害之处就寥寥几笔带过，诸多处都加了可能。萧军总结了一下，魔化之后呢，什么危害都有，但也只是可能发生。这种混淆视听的做法，果然是白景能做出来的事。这么小心翼翼，这家伙怕是爱惨了谢天那货呀。谢天是仔细看完了所有的资料，眉头皱起了高山。这里面也没提及魔气发作的具体原因啊，难道真如白景所说和修为有关？这还真叫他为难呐。难不成真的放任白景不管，去参加魔选大会？万一他再次发作，想到那天白景要死不活的样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谢天，你一个人在这里嘀咕什么呢？白景给足了谢天思考的时间，掐着点儿走过来。谢天见了他，立马收了手机，支支吾吾道：没什么。须臾，谢天叹了口气，撑着身体往后挪了挪，让出一部分空间。睡吧。白景依言而坐，却没有躺下。他问道：你没什么要问我的？谢天了声，竟坐地反问：我问你就会说？白景沉默，答案显而易见。谢天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说道：那你和我说说你的过去吧。我的过去？白景的脸色不由一顿。虽然早就知道谢天会问，但当谢天真的问起，他不免还是有些紧张。他微微蜷起手，想起那些人们曾议论过他的话：无趣、冷漠、孤僻，就算躺在床上也不过是一个长得比较好看的木头罢了。以前白景从未在乎过别人的议论，纵然他备受瞩目，也不过是因为自己这太医门未来掌门的身份。那些人敬他、爱他，
亦或恨他、怕他，从来都不是亘古不变的。他们对他的议论从未停歇，也从未有人真正了解过他。当然，他也不需要。可现在由谢天问起，白锦倒显得有些难为情，就像披着面具的小丑突然被揭开了面具。谢天故作轻松打趣，也将白锦那一抹紧张看在眼里，一时不知道是心疼还是好笑。以前这么高冷霸道的人，怎么突然变得如此胆小了呢？白锦没理会谢天的玩笑，伸手关了灯。时间不早了，睡吧。谢天突然阴阳怪气了起来。以前不是总想扒我的过去吗？我扒你一次，你还给我摆脸色？白锦躺下的动作微顿，生硬地回他：我没有摆脸色。谢天一脸直白道：没给我摆脸色，那你躲什么？白锦没想到这种细微的动作都被他发觉了，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上次他故意放出体内的魔气，的确，上次不管是放出魔气还是挨下冰寒魄，都是他故意的。他就是想试探自己在谢天心里的地位。结果嘛，还算好，谢天起码很担心他。他对谢天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的存在，只是昨天那冰寒魄与他体内的魔气相冲，到现在都还未能彻底消除。他怕寒气释放会伤到谢天，所以夜里睡觉的时候一般都没敢离他太近。但看谢天的态度，谢天显然还记挂着他体内的魔气，只要他的行为与之前有所不同，都会引起他的怀疑。谢天的关心自然是令他高兴的，只是现在这种情况下，白锦无法忽视对谢天的潜在伤害。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希望谢天能迟钝一些，起码可以像之前那样故意躲着他，哪怕挑逗也知道适可而止，最好夜里也防着他一些，一躲一退，双重安全保障。算了，不想说就罢了，睡吧。谢天看不得他自相矛盾的样子，明明就是个不会说谎的人，装得这么淡定，都为难他了。然后就听到白锦轻轻地叹了口气，到底还是看不得谢天失落。白锦斟酌了片刻，还是开了口：我的过去没什么好说的，平日里就只会闭关休息，休息上的那些事儿说出来也挺无聊的，你也不喜欢听。谁说我不喜欢听？谢天侧躺着，无聊也挺好，正适合催眠。白锦有些哭笑不得，但进入正题又不知该如何说起。谢天看出了他的心思，便给他开了一个门道。5年前发生过的事，有印象吗？白锦脸色微变，抬眸看着他。5年前，谢天的一声，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白锦，语气直白道：你可别告诉我谢多多是自己跑我肚子里来的。白锦又沉默了，他本以为谢天想起那天的事儿了，下意识往他那看了一眼，对上谢天栖身的平静的眸色，心里紧了又紧，又移开了目光。没有太大的印象。谢天眯了眯眼，故意问：一点印象都没有？没有。白锦淡淡地说，却陡然更加紧张了。他只知道当年自己意识不清的时候，对谢天做了那样的事儿，就算父母给回他的记忆，他也记不太清。但他确定的是，谢天当时肯定不是自愿的，总归是自己对不住谢天在先。谢天盯着白锦一阵看，一时没琢磨出白锦到底是不是在装傻，不过这也不是重点，现在最重要的是他体内的魔气。白锦体内的魔气和5年前那件事儿到底有没有关联？
谢天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白景身上的魔气会不会和他有关？他们的记忆丢失，该不会和这件事也有关联吧？其实我也丢过一部分记忆。白景下意识屏住呼吸，听到谢天有些漫不经心地说：我那时和别人打了一架，被磕破了脑袋，醒来之后什么都没记住，连仇人长啥样都忘了个干干净净。现在想想，那时我就该再在头上撞一个窟窿，说不定撞一次就又想起来了。5年前他醒来时确实撞了脑袋，这事儿也是师父尹红告诉他的。当时谢天没怀疑，所以就算后来怀了谢多多，他也没往那件事上面去想。现在一琢磨，想必那时师父也瞒了他不少事儿。不过呀，谢天也舍不得白景继续紧张，于是很乖巧地结束了这个话题，言归正传。我听萧军说，你13岁的时候离家出走过。提到这个，白景的脸色闪过一丝茫然，好一会儿眼神里才有了焦距，点了点头。他们都这么说，应该是。应该？他们都以为我对离家出走的事儿没印象，其实我对13岁之前的事儿也一点印象都没有。白景说着，总觉得一提起13岁那年的事情，心里总会有些淡淡的难受。谢天咧嘴一笑，毫无违和感地接起上一个话题。那你就没有想过要找回记忆？白景又看他一眼，有点怀疑他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话题。但看到谢天嘴角的那抹似笑非笑，他知道这家伙就是故意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只好说了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试过。没结果啊？白景突然看他一眼。来这里之后，倒隐隐做过几次梦，而且每次都在谢天抱着他的时候。这个结论说出来有点无耻，却是事实。做梦就做梦，你脸红什么呀？谢天的手在白景的脸上戳了戳，白景温润地白了他一眼，慢慢收敛情绪，平静道：不过梦里太过模糊，我也不确定那是不是我的记忆。谢天突然摁住他的肩膀，倒趴在他身侧，盯着他的眼睛，臭不要脸的胡言乱语。你刚刚说来这里之后做什么梦了？梦里有我吗？白景心道：你明知故问嘛。白景的脸不自然地红了一块，故意板着脸抓住谢天那不安分的手，有些无奈地警告他：谢天，你别玩火啊，别玩火。谢天不怀好意地继续笑了一会儿，白景不自然地别开脸，也笑了。这时谢天的手又往他脸上戳了戳，正经道：我不信一个人的性情会突然大变，事出必有因，有因必有果，等我们结束这里的试婚，回去查查就知道了。白景突然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谢天，眼神越发的柔和。谢天转过头，明知故问：怎么，你这是又被我迷住了？白景浅浅地抿了抿唇角。谢天无语了几秒，盯着白景这惊人的美颜，谢天心想，自己之前真他娘的是瞎了啊！这么好的豆腐啊不吃，还天天想着把它往外推，这脑子是被驴给踢了吗？哎，那就再让驴给踢回来。这妖孽呀，以后要是真放手了，他还不得心疼死。之前萧军找来的资料里，只有缓解和压制魔气的办法，却没有说到如何根除。要么是没有办法，要么这个办法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世人才没有记载。虽然谢天不情愿，但他还是不得不打起木黄的主意。木黄是魔化成功的典型，
他既能成功地将魔气化为灵气所用，那就一定有控制魔气的办法。幸运的话，或许还能从他那里找到根除魔气的法子。谢天会这样想，白景肯定不会知道，所以谢天回修真界根本就没打算告诉白景。他施法做了个傀儡，躺在床上，然后开始联系萧晨。他并不想破坏萧晨的好事，可事到如今，谢天也顾不得其他了。牧民的身份，他迟早要知道。然谢天联系了萧晨许久都没得到回应，他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希望牧民不要伤害萧晨，否则自己不会放过他。谢天站在人界和修真界的虚拟通道里，正要动手，系统突然发声：宿主请注意，实行同居令期间，未经允许私自回修真界是违法的，硬闯者将受到系统的压制，比如在修真界的灵力使用受限。闭嘴！你只要不把这件事告诉白景就行了。要是敢告诉白景，老子这次一定容了你。谢天还是闯了过去。谢天继续说道：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如何？系统觉得是个不错的买卖，便应下了。你在这里不可多待，最多半个小时，你必须回到凡界。谢天不耐烦地敲他一下：知道了，真啰嗦。习惯了人类的灯火通明，谢天走来这一趟倒有些不习惯了，倒很久没有在这样的夜里出来活动了。等以后有空，一定要带白景出来长长见识，起码让他体会一下猫头鹰的生活。谢天回到家，看到家里也没开灯，萧晨的房间里没有人，牧民也不见所踪。他试着打了萧晨很多个电话，都没人接听，最后在电脑房找到了他的手机。上次偷偷在萧晨手机里存了指纹解锁，谢天不费劲儿的就打开了手机。手机里是很多个未接电话，一些催交电费水费的信息，杂七杂八的，他也没回复。消息发来的最早的时间是1天前，所以萧晨已经1天多的时间没有看手机了。这家伙不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难道牧民已经开始动手了？可牧民若是动手，他会把萧晨带到哪儿去呢？绑匪绑人的时候不是都喜欢和别人谈条件吗？他直接消失也不符合常理呀。系统再次提示：谢天，你只有15分钟了。谢天正烦着呢，没空搭理这蠢系统。他握着萧晨的手机，施法感应发生在手机上的相关事宜。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灵力受限，他感应了好一会儿，才有画面在脑海里闪开。谢天寻思着再试一次感应，却不想手里的手机突然被一道力量震飞。那团黑气把手机放下后，便化作一股风，从窗户飘了出去。谢天皱眉追上，从5楼一跃而下。接近黑气的时候，伸手凭空一抓，果然抓出了一把长矛。这长矛被抓住后猛地晃动，矛身一个旋转，突然长出一排铁刺，毫无意外的刺伤了谢天的手。谢天应激性的躲避，长矛趁着他放松力度，来了一场龙卷风式的旋转，轻轻松松的就摆脱了谢天的束缚。好在谢天躲得快，不然这会儿手该废了。刘鑫，穆皇身边的得力干将，长得还挺丑啊。谢天嗤笑一声，甩了甩带血的手，心喊真他娘的疼啊！长矛在离谢天不远不近的地方就地一立，像放屁一样站出了一团黑气。没一会儿，一个红发银衣的少年就站在了谢天的面前。他一脸阴雾地瞪着谢天，恨不得用眼神就给谢天来一段凌迟。谢天没时间和他废话，当冷喝道：行了，别瞪了，再瞪你也不过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让你的主子出来和我说话。刘星低垂着眼，冷冷地笑了出来，那声音很尖锐，像利器划在地上的声音，难听又刺耳，
谢天皱眉后退，下意识地想用手捂住耳朵，但手上都是血，在敌人面前气势更不能弱，于是他硬生生地把那股不适忍了下去，举起一掌朝刘星打去。刘星似是早有察觉，身体轻盈的像根羽毛似的，一下就往旁边躲了过去。谢天当下就觉得这情势不太对，一来他的灵力在这里受限，还不知道被这破系统限制了多少；二来他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如果就浪费在这又丑又臭的长毛怪身上，实在不值。不过这已经不是他觉得值不值的问题了。刘星突然再次发出攻击，使出浑身解数的力气，试图给谢天重重一击。若在平时，谢天还能轻松地躲过，就算出手接下并化解也是小事一桩。可现在谢天明显有些吃力，且他步步后退，刘星又步步紧逼。谢天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会被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利器打得如此狼狈。倒不是打不过，而是他在修真界的时间快到了，导致他的灵力越来越弱。本来就着打不过就跑的原则还有胜算，可他两条腿哪里比得过那火箭般的冲击啊？所以刚刚对接的那几招里，谢天被打趴了3回。谢天，受死吧！刘星是以手为气，凝聚所有的力量，直直地朝谢天出手。谢天连步后退，却发现刘星不知何时给他下了阵脚，他的脚根本就挪不开，抬不了。眼看着那尖锐到反光的手就要刺了过来，谢天倒吸一口凉气，只能盼着步击剑能帮忙挡着点。实际上他也没抱多少希望。谢天，一道低沉而又急切的声音突然传入耳畔。谢天心下一喜，抬头一看，还真的看到白景从天而降。那家伙竟然能在凡界用瞬移术回到修真界，他现在的修为可被系统压着呀，连这都攻克了，真他娘的牛逼！可正是如此，谢天对他的做法隐隐又有些担忧。之前不知道他体内有魔气，现在知道了，好像不管白锦做什么，他都能联想到魔气的爆发。这家伙狠起来可是连自己都不顾啊！白景，小心前面！谢天生怕白景直接挡在他面前，忙用最后一点灵力注入不击剑身上，让他去和刘星挡上一会儿。还好吗？白景低声道。蓝瞳紧紧地看着谢天，有种说不出的心疼。是为父来迟了。谢天没有多少力气，索性趴在白景的身上，搂着他的肩膀，近乎低喃道：是有点事，再迟一点，老子都要去见阎王了。本是一句玩笑话，谢天却明显感觉到对方的身体陡然紧绷了起来，长袖下的手微微颤抖，似有似无的魔气正散发而出。谢天察觉不对劲，抬头一看，只见白景正死盯着刘星，眼里迸发着死寂一般的杀气，好似想要将其千刀万剐，都难消其心头之恨一般。白景，谢天忙拽住他的手，但白景似是早料到一般，把手抬到了一边去。谢天只好紧紧地抱着他的腰，手抚着他的额头，温声说道：白景，我没事，就是累了点，你不要冲动。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伤害你。白景一字一句道，那话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冷硬无情。他敢动你，我必要将其碎尸万段。话毕，白景松开了谢天的手，将他往后一推，在他周身设下一道结界，
然而谢天死死地抓着他的衣袖。白景，你是不是？白景慢慢地把他的手推开，若无其事般嘱咐道：站在这里，等我一会儿。放屁！现在就带我回去！谢天急得大吼，这货到底知不知道屡次强行突破系统的禁锢是要遭受反噬的？白景转过身，召回望尘剑，不击剑被流星打飞，白景施法将其送回谢天身边。那一刻，他的眼光冷若冰霜，仅一眼就看得流星一阵哆嗦。谢天急得骂爹，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白景体内的魔气就要控制不住了。他拍着那道结界大声地喊道：白景，老子现在浑身难受，再拖一会儿老子就要死了！我们现在就回家，我们先回家，回家好不好？白景的脚步猛地一顿，攥紧的拳头突然缓缓松开，眼底的杀意也顿时收敛了大半。他回过头看向谢天，周身的锐气已经全部收敛，只剩下了担忧和心疼。他迟疑了须臾，一挥袖子解除那道结界，大步走回来，扶着谢天的手。哪里不舒服？谢天立马作势倒在他身前。哪儿都不舒服。白景见他还有力气抱着自己，微不可见的松了口气，一时又有些无奈，因为谢天这抱人的姿势实在叫人难以言喻，手脚并用，像个八爪鱼一样死死粘在他身上。白景被他抱得动弹不得。谢天，你先把手松开。啊？哦。谢天便真的松了一点点，正想说要不你抱老子吧，却被突如其来的刀光刺了一下眼睛。谢天微抬头，就瞥见流星已经化作一身长矛形态，正飞刺过来。他猛地一惊，几乎不经思量的就用力将白景往旁边推开数米远。萧晨是在回家的半路上遇到了那个断臂的少年。当时那少年浑身是血，气若游丝，侧半身还差点被烧焦了，就这么靠在一棵树下。若非他的眼珠子还在动，萧晨都以为他已经死了。这……萧晨显然被吓得不轻，下意识地看向牧民。牧民插兜站在那儿，眸色不知怎么染上了一点冷意，语气说不出的差。我没有乐于助人的喜好。那不行，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萧晨说着边朝那少年走去。而且当初你不也是饿晕倒在地上被我捡回来的吗？牧民没说话。刘星呢？他明显感觉到主人的生气，尤其是在萧晨掉过头之后，他的寒意几乎不加掩饰，看得刘星一阵哆嗦。萧晨还以为他在怕他靠近，忙道：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你还能动吗？刘星忍着痛别开眼，语气尽量冷硬道：不要你管，心想你再不走我就要被主人吓死了，到时候死得更快。萧晨道：你流了很多血，再这样下去你会死的。那是我的事。刘星艰难地扶着树桩站起来，希望萧晨赶紧走开吧。但萧晨好像下定决心就要管这事儿似的，伸手要过来检查他的伤口。刘星微微抬眸，果然看到主人脸色阴沉，立马避开了萧晨的触碰。这一避，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险些往后栽倒在萧晨身上。另一边的牧民眼疾手快地出手把刘星定住，而后走过去把萧晨拉到一边，陈斥道：你知道他是什么东西，你就敢救？萧晨被他凶得莫名其妙，思来想去只能想到牧民大概是吃素了，然后语重心长地教导他：
不管他是什么人，既然见着了，我们就没理由不管。这样，我们就把他送去附近的诊所，好不好？牧民冷淡地扫了刘星一眼，不咸不淡地问了他一句：能自己走吗？刘星眼皮子跳了一下，本就低垂着的头又轻轻地往下埋了一点，语气也不由得顺从：能走，我自己能走。萧晨默默地看了刘星一眼，再对比一下自己和牧民的长相，心想牧民果然长得比较有气势一点，于是轻轻推了推牧民的肩膀：要不你帮帮他？牧民的脸色十分难看：为什么是我呀？他……萧晨斟酌了片刻说道：他比较听你的话。刘星都傻了，牧民突然无语地笑了一下：哼，我服其他人，你就不吃醋？萧晨还没说话，刘星就已经坐立难安地说道：我不用服。话毕，牧民已经走了过来，一手扯住刘星的右胳膊，一边对萧晨说道：我送他去医院就好，你先回去。啊？萧晨看到刘星疼的是面部抽搐扭曲，却一声不吭的样子，很怀疑自己走掉之后，牧民会不会直接把人就给丢下了。但转念一想，牧民实在是个面冷心热的人，应该不至于做出这么绝情的事情。面冷心热的人扶了刘星一段路，待萧晨走远了，直接松开了手。刘星猝不及防地失去平衡，踉踉跄跄了几步，才勉强站好，却又听得一道冷冷的声音砸了过来：阿信，你太让我失望了。刘星猛地一哆嗦，重重地跪在地上：主人，我错了。错了。哼。牧民冷冷地笑了笑，目光冷冽地看着刘星受伤的胳膊。是天火。刘星为自己这身狼狈而感到羞愧难耐。是。牧民的脸色说不出的阴森。这么说，白景也被你惊动了。刘星还未来得及解释，已经被牧民的一道掌风打飞，整个人在地上滚了好几滚，再没有力气爬起来了。牧民微微收起五指，刘星立马又被吸到他的身前，他隔空掐着刘星的脖子，修长的手好像用力再那么一拧，就能把刘星的脖子拧断。看着刘星奄奄一息的模样，他那冷酷的面容无动于衷。没一会儿，刘星的脸上几乎已经失去了血色，眼看着就要晕倒过去，牧民这才松了手，让他狼狈地摔到了地面上。滚回山里去，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刘星艰难地爬起来，手撑在地上，还在猛烈地颤抖着，却不死心地抬头看着他。主人，谢天把你这么多年来的计划都打破了，他该死。牧民近乎无情地擦了擦手里的灰尘和血迹，语气寡淡道：我的事儿自由我来解决，轮不到你来插手。别以为你是我用过的一件东西，就能随意干涉我的事情。我既能让你成人，也能让你永远埋在地底下。刘星一脸无畏，倔强道：就算如此，我也要替主人出这口恶气。如果不是谢天，你也不用受了这2年的苦，也许很快就能突破渡劫了。你明明熬了那么久的。说着说着竟然还哭了。牧民微微皱眉，本以为疾言厉色可以给这个无法无天的臭小子一个教训，偏他现在顶嘴的功夫越发厉害了。哎呀，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回去好好养伤，我的事情有自有分寸，无需你来多嘴。牧民的语气难得缓了下来，
抬手施法帮刘星止住了血，又渡了他一点灵力。哪怕刘星压根儿就不想让他破费，但他敢笃定，刘星这副鬼样子，爬不出100步就会化回原形了，到时候还得他来动手，更麻烦。主人，那个萧晨。提到这个名字，慕名稍有好转的脸色顿时又难看了起来。你若敢伤他，以后别管我叫主子。刘星忙低下头说道：主人喜欢的人我怎敢造次，我就是觉得那个人心里最重要的不是主人一个，我担心他以后会为其他人做出伤害主人的事情。慕名的眼神微顿，不知想到了什么，低声喃了句：我倒希望他能伤得了我。萧晨回到家，第一时间就是找手机。之前出门的时候，他错手拿走了慕名的手机，反倒把自己的丢在一边了。前几天慕名说在家里待腻了，想出去走走。萧晨想看着他来了这么久也没带他逛逛，便带他四处走走，顺便去山上露营。两人是得劲的玩了几天，倒把手机这回事给忘得一干二净。这一回来，萧晨看到手机里这么多个未接电话，顿时有点羞愧难当。哎呀，谈恋爱这事儿还挺耽误事儿的。萧晨刚打开手机，又有一个电话打了进来。小陈，快来我家一趟，你师兄快把自己玩死了。是独孤笑的声音。萧晨一听吓了一跳，神经质地问了句：什么玩死了？我师兄最近又在玩什么新游戏了？独孤笑道：哎呀，屁的个游戏！总之你赶紧过来一趟。萧晨直觉事情不对劲，给慕名留了信息后，立马就赶去了人界独孤笑的家。夜色朦胧中，慕名站在一棵树下抽烟，远远地看着萧晨离开，眉心紧紧地皱了一下。终究还是瞒不住了嘛。院子里，萧晨不知什么时候到的，不知独孤笑说了什么，萧晨突然气愤地站了起来。哈，又是这个木皇，我们找了他这么久都没露面，这次还敢自己送上门来。独孤笑挑眉，眼神若有所思，看样子萧晨这家伙还不知道木皇就是住在他家的那个慕名啊。也还好他没有明说。不久前谢天被白景抱回来的时候，他就听见谢天抓着白景的袖子在说什么不能告诉他之类的话。当时独孤笑没琢磨明白，现在一看萧晨的状态他就清楚了，谢天那是不想让萧晨内疚。独孤笑看出来白景和萧晨有话要说，一边犹豫着要不要把萧晨拉走，打断这次谈话，万一白景说漏点什么事儿。不过这也由不得他决定，因为萧晨已经主动开口了。白景大哥，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实在不是萧晨多想，而是这2天白景对他的态度是又冷又硬。刚刚他想看看谢天，还被白景拦到了几米开外，那样子生怕萧晨会对谢天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似的。可他自己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师兄下手啊？白景没应话，萧晨倚靠在沙发背后盯着谢天，百思不得其解。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白景会突然这么讨厌自己，好像他待在这里会给谢天造成巨大的伤害似的。走神间，萧晨看到白景从房间里走了出去，心下斟酌了几秒，也跟了出去。白景站在院子的那棵大树下，负手而立，不知在想些什么。萧晨走过去，举止有些拘谨。虽然他和白景关系不熟，但因为有谢天的关系在，他在心里一直都挺尊重白景的。
并且把他当成大哥来看待。白景大哥，谢天他要当魔王。白景突然开口，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萧晨愣了一下，师兄没和你说过吗？白景没应，萧晨便猜到了，他那师兄虽然平时看起来吊儿郎当，其实骨子里自尊心强得要死。其实师兄小时候过得并不好，他自小仙根就和别人不太一样，他的仙根觉醒的迟，其他师兄弟早就把师父教的基本技能学会了，他也还拿不起一把长剑，为此以前没少受欺负。不过他好像生来胆子很大，就算本事不如人家，也从早到晚的嚷嚷着说要当魔王。萧晨说到这儿，语气顿了一下，说道：如果你非要问一个原因，我只能猜到是这个。白景的眼神失焦地望着地面，想起谢天被噩梦缠身时蹦出的那句话：我要当魔王，我一定要当上魔王。原来这就是他要当魔王的原因吗？一联想到谢天过去会被人欺负的画面，白景就觉得心如刀绞，真恨不得早点遇到他，更恨不得把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千刀万剐。白景抓紧拳头，缓了一会儿，才再说道：他当魔王只是为了不被别人欺负。萧晨略是沉默，说道：白景大哥，你可能不知道，我师父是个散修，收回的那些弟子里面有正道也有魔道，当年欺负我师兄的是那些正道上的人，我师兄打那个时候起就和正道的人不太对付，但你也别误会我师兄，他就算当上魔王也不会乱搞事情的，他就算欺负别人也只会欺负那些专门欺负别人的坏蛋。白景没有说话，萧晨没注意到白景的异样，继续说道：这些年师兄为了当上魔王可真没少被师父教训，以前是没本事跑，就算被打得皮开肉绽也不肯放弃，后来他的灵根觉醒了，便很努力地修习，直到师父再也教训不了他了，他就更加坚定要当魔王。萧晨和白景说了很多关于谢天的过去，白景听得很认真，关于谢天的一件小事都舍不得放过，哪怕是他一些捣蛋顽皮的小事，他都听进了心坎里。不觉间，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萧晨才发觉自己说了这么多的话，也想起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正好趁现在白景还愿意听，忙问道：白景大哥，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突然这么讨厌我吗？白景眉眼淡淡，隔了2秒才回答他是去找你才出了事。说完便走回了房间。就算谢天是去找他的时候出了事儿，也不至于怪罪到他头上吧。他隐隐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但一时又琢磨不明白。他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决定回修真界弄个明白。谢天感觉自己睡了很久，但睡得一点都不舒服。在睡梦中，他直觉自己四肢僵硬，浑身紧绷，无法动弹，整个人像被人紧紧绑成一团似的。撑动眼皮子醒了过来，房间里并不怎么亮，窗帘紧紧拉着，浅淡的阳光投射进来，光尾巴勉勉强强地伸到床头上。起码谢天还能看出现在是在白天。视线逐渐清明，谢天转了转眼珠子，察觉这个地方并不熟悉。他试图动一下四肢，但意料之中，浑身都动弹不得，甚至因为用力，反倒牵拉到自己的伤口，疼痛感瞬间漫上了脑神经，疼得他实在没骨气的蹦了句呻吟似的这样的声音。等那股劲儿缓过去，
谢天才注意到旁边还躺着一个人，那人的手搭在他的胸膛，绕过胸膛搂着他的腰，五指缠在他的小胳膊上。不用想也知道，能这么光明正大吃他豆腐的，除了白景也没有别人了。缠在胳膊的那只手显然用了力，谢天挣了2下都没松开，这大概就是让他四肢无力麻痹无法动弹的原因。在谢天准备抬脚第3次开踢的时候，旁边的白景终于动了。大概还没缓过来，白景平躺的时候用手揉了揉自己的眉心，再试着动了动被谢天枕着的那只手，因为手臂麻了动不了，他的眉头就这么揪成了2团。谢天意外地在他的神情里面捕捉到了谁找死这样一种不爽的表情。在谢天直勾勾地看着白景的时候，白景终于也垂眸看到了他，他的眼神明显地顿了一下，那只手准备撤回去的动作就这么停在了那里。上1秒之前，白景还想着直接把枕在他臂弯上的人打出去，然他实在没想到这样靠着自己睡的竟然是这家伙。谢小天，白景的声音竟然比他还嘶哑，嘶哑中透着点性感的磁性。啊！谢天稍愣片刻，好似没反应过来，感觉跟做梦似的。于是他又闭眼缓了一会儿，在睁眼时，白景已经侧身靠了过来，十分顺手的在他脸上捏了一把。终于想清楚，对我投怀送抱了。谢天更迷惑了，他撑着手肘半坐起身，一只手护着肩膀上的伤口，这才转过头看向白景，迟钝地问了句：你刚刚喊我什么？白景微微眯着眼，唇角浅浅地勾着，像在打量着一个极富吸引力的物件，不紧不慢地开口：谢小天，你又在耍什么鬼把戏？逃跑不成，现在又想装失忆。谢天人都麻了，他坐在那儿，足足看了白景有将近1分钟，确定这家伙不是在开玩笑。不对，他除了和白景长得一模一样，神态和举止和白景完全不像。意识到这一点，谢天立刻从床上弹跳下来，忍着伤口的疼痛感，一脸警惕地看着床上那位不知廉耻的美男子。你是谁？白景没说话，揉了揉被整麻了的手臂，非常优雅地坐起，先眸看了谢天一眼。本想斥他一句装什么傻充什么愣，可当看到他左肩处隐隐透出的血迹，眉头拧得更深了。你受伤了？谁干的？他的语气瞬间就冷了下去，好像只要谢天说出一个名字，他立马就能去把那个人拉过来碎尸万段似的。这个样子倒和那日要对付刘星的白景有几分相似。谢天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死死盯着床上的男子，声音也低了几分。你到底是谁？那人突然低低地笑了一下，微抬手指，枕头受换，乖乖地立在床头。他则单手肘靠在枕头上，手撑着头，姿势十分优雅，整一副风雅的睡美人图。他似乎很喜欢看到谢天着急的样子，嘴角勾着笑弧，眼神里也散发着一种散漫的玩味儿。迟迟没有开口作答，谢天忍着上去踹他一脚的冲动，转身往外走。然他才刚走几步，手都没摸到门把，就被一股力量给拉了回去。那人施法把他拉了回来，谢天被迫定在离他1米远的地方，坚决用自己那微弱的法术抵抗着，一边在心里咬牙切齿地想：白景那货心他妈也忒大了吧，老子受伤昏迷了那么久，他竟然放着老子不管，还平白让人钻了空子。更要命的是，这人长得还和白景一模一样。
你到底想干什么？谢天瞪他，试图用灵力回击，哪怕这个举动看起来有点蠢。实在是现在的谢天看起来太虚弱了，不管怎么反击，都是像在以卵击石，脆弱的不堪一击。所以很快那人就收了法术，有些不满于谢天的态度，脸上的笑容渐渐敛了回去。谢小天，闹够了，差不多可以了。他语气有些低沉，上半身稍稍坐直，人却已经瞬移到了谢天的身边。谢天在发愣，他可耻地发觉这个怀抱和在白景怀里的时候十分的相像，一样的味道，一样的感觉，可眼前这个人，他分明就不是白景，况且这个人浑身上下都是魔气。等等，魔气？谢天似是想到了什么，皱眉看着旁边的人，露出一副怀疑人生的困惑表情。你不会真的是白景吧？那人非常耐心的没有翻出白眼，懒声道：不然呢？谢天都傻了，一觉睡醒就翻脸不认人了。白景不紧不慢地盯了他一眼，目光在他的伤口处停留，眼神闪过一丝阴雾，二话不说地把人抱起放在了床上。告诉我，伤你的那个气灵在哪儿？谢天沉浸在一堆的困惑里，闻言反问道：你想做什么？当然是给你报仇。白景语气淡淡，杀意却十分的果决。用他的心头血给你疗伤，还能功力大增，你们魔修不都喜欢这样吗？谢天说道。哼，你对我们魔修怕是有诸多误解。白景睨他一眼，点点头。也是，像你这种不知好歹的确实不多。谢天没说话，他心里琢磨着，这白景现在大概是受了魔气的影响，才会突然性情大变，但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还真是让人一头雾水。谢天隐隐觉得，这不是白景第一次出现这种状态了，可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白景的这个状态还会认识他，并且还喊他谢小天？靠，这是什么鬼名字？你自己自言自语的在嘀咕什么？白景突然俯下身，手轻轻地捏着他的下巴。是不是舍不得我离开？不急，等我把那个气灵抓回来，会好好满足你的。谢天瞪大了眼睛，满足？满足什么？他忙挥开了这个白景的手，实在不习惯被他这样看着。以前白景虽然也这么近距离的看过他，但那时白景的眼神里没有这样的直勾勾，那货就算是脸红害羞也都是克制的，哪像这个家伙呀，眼神里的占有欲丝毫不掩饰，跟个色胚似的。站着白景那张俊脸，色的还十分勾人。爸爸，你睡醒了吗？谢多多的声音突然打破了里面的沉静。谢多多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外面，立马蹭蹭蹭地跑来敲门。房间里，白景听到外面那奶声奶气的声音，眉头皱了一下。这哪里来的小朋友？谢天看他一眼，有种不好的预感。你不知道？白景奇怪地看他一眼。我应该知道。谢天奇怪了呀，这没道理啊，这家伙认识老子，却不认识他儿子。自己听说过重色轻友，还没亲眼看见过重色轻儿子的。白景的脸色实在说不上好，冷淡又显得阴沉，他一字一句地问：你的意思是，这小屁孩是你的孩子？谁给你生的？废话，当然是老子生的。白景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你和谁生的？谢天觉得差不多了，便捏捏谢多多的鼻子，把他往外推了一点。行了，爸爸不疼了，你先去和笑哥哥玩一会儿，好不好？谢多多点了点头，低头抠了回小指头，
小心翼翼地往白景那儿瞄了一眼，还没看到脸，又立马缩着脖子低下头，默默地往外走。你这个儿子还挺懂事的。白景不知什么时候坐到了床边，整个人透着一点慵懒而又危险的气息，慢慢地打量着谢天。你儿子多大了？谢天呵了一声，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哼，多大你自己没点数。好啊，长本事了，瞒了我1个多月。白景眯了眯眼睛，一脸审视地看着谢天。难怪这么长时间对我都是爱答不理的。谢天是实在没忍住翻了个白眼，他真想掐死这个负心汉，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点不对劲。他说1个多月，难不成他和眼前的这个白景曾经相处过1个多月？可他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除非是5年前。难道这家伙的记忆停在5年前？思及至此，谢天的心跳狂烈，立马坐到了白景身边去。你刚刚说1个多月？白景被他的一惊一乍吓了一跳，而后勾了勾谢天漂亮的下颚，说道：1个月确实不太够，谢小天，不如你一辈子都待在我身边吧。谢天更加确定了心中所想，急得伸手揪他的领子，活像一个发狂的疯猫。你先告诉我，这几天都发生什么事了？白景不紧不慢地睨他一眼。你都不记得了？谢天点头。废话，记得还用问你？白景垂眼看着他，哼笑一声。先告诉我刚刚那孩子的爹是谁？一个混蛋的。谢天气呼呼地瞪着他，语气越发的阴阳怪气。一个吃抹干净就勒裤子走人的王八蛋。白景抬手在谢天的下巴处捏了一下。你骂他可以，盯着我骂做甚？谢天拍开他的手。骂的就是你。白景略微垂着眸，脑子里闪过一种不好的预感。他这一次好像被那个人压制了很久，照谢天这种神情，还有刚刚那孩子的反应来看，那个谢多多有可能就是谢天和白景的孩子。如此说来，他那1个多月的努力反倒为他做了嫁衣。白景的眼底闪过一丝阴雾，但很快又被他敛去。隔了一会儿，他才再次看向谢天，突然漫不经心地问了句：你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谢天道：放屁。哦。白景若有所思地挠了挠眉毛，唇角漫开一点点笑意。也是，我自己的人都保护不好，确实该骂。你告诉我那个人在哪儿，我现在就去灭了他。还有那个伤你的欺凌，我一起帮你报仇，应该能消气了吧？谢天嘴角微抽，感觉快要气得窒息了，最后默默地转过脸去，眼不见为净。还不高兴啊？白景为难地想了想，要不这样，你也给我生一个，就我这么强大的基因，生出来的孩子怎么着也会比刚刚那个丑小孩要聪明上10000倍。谢天实在是忍无可忍，恶狠狠地甩了他一句：你给我闭嘴！给别人生孩子就不肯给我生。白景见谢天在气头上，慢慢地把不爽的情绪压下了心头，伸手一把将谢天搂在怀里，几乎霸道地命令道：闭嘴可以，你亲我一口。谢天真的要气炸了。气炸的同时，谢天也才恍然发觉，之前的白景是那样的温柔贤淑啊！哎呀，和眼前这个脾气不好的恶狼相比，他简直就是好丈夫的不二人选。你闭嘴！谢天终于忍无可忍，利落地挣掉他的手，
捂着伤口跳下床去。你现在就给我出去！相较于5年前的真相，他觉得现在还是节操更重要一点。白景见他的伤口裂开了，只好就此打住，淡淡收起了脸上的玩味，拍了拍身旁的位置。过来，伤口裂开了，我给你换药。谢天把一把椅子拖到白景的对面，松松垮垮地坐下。不用，就这样说。白景眯了眯眼，唇角弯了一下。行，那我不说了。谢天醒道。算了，还是把当年的真相忽悠出来再说，到时候这笔账还是会算在白景那货身上。刚刚凑得近，谢天才发觉这家伙的魔气很深，连魔化的标志都在脸上显现了出来。一想到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冲动才导致这样，谢天就有点愧疚。白景理了理衣服，唇角漫开一抹似有似无的笑意，细看的话会发现他的眼中藏有不深不浅的贪婪和势在必得，就像此时他内心的声音。原来都过去5年了。白景，看来5年前的事你也忘了个一干二净呀。不过你困了我这么多年，也是时候把一切都还回来了。此时戒指传来了叮的一声，系统远程升级成功。白景刚站起来整理好衣服，被这突如其来的干巴巴的机械声吓了一跳，察觉是手上的戒指在发出声音，一时皱眉嫌弃道：哪来的鬼东西，丑死了。系统有些无语，接着说道：重新计算2位宿主近来的亲密值情况，目前您和谢天先生的亲密值为-120，请继续加油。亲密值？亲密？白景微微皱眉，才-120分。系统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下一秒白景低沉的威胁就传了过来：立刻给我加分，不加分我现在立刻把你打成碎泥。不过系统就是系统，就算更新了100次10000次，还是改不了他欺软怕硬的臭毛病。于是在白景的手搭上来之时，系统立马发声：提升亲密值需要2位的帮忙，白景先生，001检测到谢天先生现在正在记挂您，您这时候出手正是好时机。白景挑眉，火气果然降了下去，他望着被砸坏的门，若有所思地抿了抿嘴。下午，谢天一家告别了君若兰和独孤笑，回到家中。在那之前，谢天专门请教了君若兰关于白景体内魔气的问题，也由此知道了白景为了让君若兰救自己，竟然答应连续3年购买独孤笑种植出来的珍稀灵植物200亿株，并且承诺不能让独孤笑知道。当时谢天就气得肝疼。1株珍稀灵植物就上千块，这家伙竟然随随便便就答应人家200亿株的珍稀灵植物，老子一辈子都不一定赚得出100个亿。操，真是个败家玩意儿。当时君若兰说了什么呢？她说白景的家产能买下1半的修真界帝国，对于他而言不过蝼蚁。谢天直言，我操，白景他家这么有钱？那么白景这么一个超级大富豪，竟然和他装穷，还装了这么久。可转念一想，这倒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谢天决定结束夫妇关系的时候，他一定要好好的坑白景一把，就算为了他那傻儿子，也得让自己变成一个妥妥的真富豪。对了，白景体内的魔气，你这里有什么办法可以压制吗？谢天转口问道。君若兰低头捣鼓他的药草，语气淡淡道：我从不帮外人，就你我已经破例了，下不为例，能帮他的
只有你。君若兰说了这句话之后，死活不肯再多说一句。谢天呢，似懂非懂地揣摩着，揣摩了许久，也没悟出个什么好歹来。回到家之后，一想到白景体内的魔气问题，谢天又蔫得像11月份的枯草。再回到卧室，谢天惊奇地发现白景竟然穿了一件黑色的长袍，黑袍金线镶边，看起来威武又霸气，是谢天想过当上魔王之后穿的款式啊。白景穿着那身黑色长袍，侧躺在床，飘逸的白发自然散落，整个人看起来禁欲又高冷。他的唇色也比往常要深一点，看起来性感又高贵。好不好看？白景给了他足够的时间观赏。他看着谢天，些许含糊不清地说道：我记得你就喜欢我这样。谢天一愣，指了指自己：老子说的。他正想反驳，但话到最后突然又收住了，而后露出一抹邪笑。哼，那你说说，我为什么会说这种话？白景挑眉：你是想问5年前发生过什么吧？谢天一声嗯哼，也不打算瞒着了，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记忆是你给抹除的。哎，这你可就冤枉我了。白景把花枝拿下，淡淡道：5年前你可是自己送上门的。他指了指天：从天而降，所以说你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谢天道：当时你在魔界。白景回道：太医门。放屁，我没事去你们太医门做甚。白景突然又不说了，淡眸瞥向谢天，手指在身前的位置有一下没一下的点着。谢天无语，走过去在床边坐下。这总可以说了吧？白景的唇角弯了一下，说道：我怎么知道你去太医门做甚？不过也许我们回味一下那天发生的事情，你就什么都记起来了。谢天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旁边的白景突然拽了一下他的胳膊，翻身将他压在了身下。当时你说我长得这么好看，不吃都亏了。谢天傻了，这话他倒是可以说得出口，但谢天肯定他绝对不会轻浮到只见这个男人一面就把自己的清白给交出去。再者，他怎么也不可能心甘情愿的在下面的呀。白景的手轻轻抚上谢天的唇，眼底的情欲和占有欲越发的强烈。只是当他快要亲下去的时候，突然不受控制的头晕炸裂。是另一个白景要回来了？他不悦地皱起了眉头，想抢回这具身体的占有权，但身体却越发难以控制。谢天见状，立马挣脱开他的手躲开。然这时，白景突然一把把他拉了回来，直接就亲了上去。那一瞬间，他的眼底荡开一抹得意的炫耀的笑，只是在那之后，身体撕裂感越来越强，白景有些痛苦地松了手。谢天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不知想到了什么，突然转被迫为主动，扑到白景的身前去吻了上去。谢天当时的脑子里只有君若兰说的那句话：能帮他的只有你。他原本只是试一试，没想到亲完之后，白景果然安分了。此时的白景似是还没反应过来，有些茫然地看着谢天，那些不怀好意的、自恋的、欠揍的情绪逐一褪去，最后只剩下了一阵担忧。等他缓冲过来后，第一件事是抓着谢天的肩膀检查一番。这里的伤……哎，没事了，没事了，都好了。谢天忙道，他确定这个才是真的白景。白景听言是才松了口气，不过很快他就昏睡了过去。
不用想也知道为什么。刚刚那货随便使用灵力，不晕才怪。还好呀，白景没注意到自己穿的这身衣服，否则谢天也不晓得他注意到了会怎么样。他迅速地帮白景换掉了衣服，心下琢磨着应该得找个机会回太医门问个清楚。谢天丢在桌面的手机此时震动了一下。谢天从桌面捞过手机，看到萧晨发来的微信：师兄，那个伤你的气灵好像惹了事，被关进修委会的地牢里了。修委会的地牢？那种地方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能进的。慕名为了偏他那个好师弟，还真是无所不能啊。不过被关进去的那个人真的是那个刘鑫？我们来做个交易吧，谢天。突然有一道声音凭空传来，谢天左右一看，没见到人影，出门往楼下一瞧，果然见到慕名坐在他家的沙发上抽着烟。哼，好家伙，现在终于肯露出真面目了吗？谢天握紧拳头，忍着上去打他的冲动，缓缓走下楼。你想做什么交易？慕名吸了口烟，慕名眼帘微垂，手指弹弹烟灰，听到谢天问道：不过我倒是很好奇，我和你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就因为我推倒了一座山？你别告诉我你被一座山压倒了吧？慕名眼神微眯，一抹阴雾闪过，却低声笑了出来。谢天，我听说你最大的愿望是当魔王。在白景和魔王之间，你会怎么选呢？谢天哼笑：这是我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慕名淡淡地瞥他一眼，碾碎了手里的烟，起身要走。谢天突然道：你是真心喜欢萧晨？我的事也不劳你费心。这样吧，你告诉我如何压制魔化的方法，我可以答应你。谢天盯着慕名的后背，慢悠悠地补完：暂时瞒住萧晨，不过要是被我发现你对他有任何的伤害，我绝不饶你。慕名的眼神一变，恍若有杀气冒出，但等他转过身来，所有的情绪又像他嘴里吐出来的烟圈一样慢慢地散开了。他微微抬手，凭空锯出一片碎石，将之推到了谢天的面前。谢天接下它，就这么一块破石头，能压制他体内的魔气？慕名懒声道：这可不是什么破石头，它上面有魔石的力量。魔石？谢天的神情立马变得严肃了起来。你的意思是魔石可以压制魔气？慕名没有回答，只是这一刻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有些冷厉，垂下的那只手转了半圈，似在施展什么法术。戴在谢天身上没有感应到魔石的反应，这才又松了手，脸上露出了一贯的松散表情。信不信由你。说完他一转身，人就消失了。谢天拿着那块破石头转来转去的观察，也没观察出个什么门路来。算了，还是等找到师傅再做商量吧。在他和慕名谈判的几分钟里，萧晨又发来了消息：师兄，我再查查他的位置，等我确定了，我们一起报仇。谢天挠挠眉毛，叹了一口气，回复道：哎，不用了，这事儿我自己来办。在第二天，萧军风尘仆仆地推门而入，刚刚门没关紧，他索性就不请自入。谢天，好消息。
萧军脸上挂着一抹诡异的笑。你们的亲密值达标了，可以参加考核了，连申请表我都给你们带来了。闻言，谢天下意识应道：这么快？萧军挑眉，目光在他和白景的脸上来回漂移，笑容直白的叫人不想入非非都难呢。不过谢天和白景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惊喜，反而一个像做贼心虚，另一个困惑不解。怎么，你们这是不想提前参加考核了？萧军不确定地问。谢天立马否认。废话，必须的。白景盯着谢天的侧颜，不发一语。旁边的谢天接过申请表，并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而后递给白景。白景淡淡地看了他一两秒，把申请表拿来看了眼，签名写字。萧军瞧着他们这表情，好像不太对劲啊。本来以为今天能嗑点瓜子儿的，但现在这情况显然时机不对。为了不引火上身，萧军把一些考核的资料留下，便找借口赶紧逃跑了。客厅里就剩下了谢天和白景，两人有一会儿没有说话，大概过了有5-6分钟吧，白景才开口问道：我记得昨天还在独孤小家中，醒来怎么就到了这里？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谢天心不在焉地玩着手机，听言应道：哦，你受魔气影响晕了过去，我把你抱回来的。白景淡淡地看着他，显然是不信啊，但他也没有继续深究，转而问另一个问题：那这亲密值又是怎么回事？谢天的手指微顿，然后些许散漫道：我受伤的时候你挺身而出，还寸步不离地守在我身边，不离不弃，这份恩情我会记在心里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当初说好了一起参加考核，你不会现在要反悔吧？谢天打断他。白景微微皱眉，知道谢天在故意转移话题，没再说话了。两人沉默了有一阵。在谢天想起身离开时，客厅里突然出现了一道空镜，只见白景袖子一挥，里面顿时出现了白掌门和白夫人的身影。景儿呀，这段时间你们在凡界过得如何呀？白夫人是笑眯眯地问。白景呢，正色应道：一切都好。白掌门说道：过几日便是你二叔的大喜之日，你和谢天一起回来参加吧。我已经和修为会那边打过招呼了。白夫人忙补充：哎，记得带上小多多啊。白景点头应下，却突然问了句：父亲母亲，我之前入魔之时可有忘记过什么事儿？闻言，白掌门和白夫人的脸色都变了变，哪怕只是一瞬，白景也捕捉到了里面的异样。谢天也看到了，不过他们显然不想提及，本想说点什么应付过去，却又听到白景坚定地说：我想知道原因，还请父亲成全。白掌门了解自己的儿子，知道糊弄不过他，只好点头。等你们回到家里来了再说吧。等那面镜子消失，谢天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你二叔不会就是上次来访的二叔吧？白景点头。谢天心道：操，他那师傅这么久没音讯，不会是被白景的二叔掳走了吧？时隔3个月，太医门再次举办婚礼，排场依旧浩大。白景一家3口回到太医门，一路经过红灯彩节，这里的场面布置的也挺有格调的，花景缤纷，杯酒香醇，那台面的打光就跟个演唱会似的，
仅观礼之处就设计了3层，地面1层，楼上1层，悬空1层，直播的镜头装了起码也得上百个。这样一看过去啊，可谓是人山人海。你们二叔这是打算向全世界宣布娶妻啊？你当初娶陈碧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大的排场。谢天在白锦的耳边碎碎念。话说，你们二叔娶的那个人不会是我师父吧？白锦这一路都有些心不在焉的，一时没听到他说了什么，于是摇了摇头。谢天也没在意，继续左顾右看的观察。他怀里的谢多多看到桌子上摆满了好多好吃的，口水直流。谢多多咂巴了一下嘴巴，伸手指着不远处的桃子。爸爸，我想吃桃桃。这不远处啊，白掌门看到他们过来了，忙示意白夫人。白夫人便过去把他们带到了后院里头。时间还早，新郎新娘都还没入场，算这时间呢，应该还有1个时辰。白夫人在前面说着，谢天似是漫不经心地插了一道嘴。新娘是何人？怎么也没听说？白夫人笑容微顿，语气平平地说道：他二叔应该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别说是你们了，我和他爹都还不晓得。谢天眯了眯眼，他越发直觉，这个新娘就是他家那倒霉的师傅。没一会儿，白掌门也走进了客厅。白锦见父亲走近，白锦这才继续道：父亲，先说正事吧。白掌门虽然对谢天不满，但多少还是会给儿子几分薄面的。他看向白锦：你怎么会突然想起来问这件事了？莫不是你体内的魔气又控制不住了？岂止控制不住，谢天懒洋洋地说道：已经发作过1次了。白夫人和白掌门脸色皆变，不过白锦倒显得十分的平静，问道：父亲，您是不是早就知道？白掌门叹了口气，说道：自你小时候离家出走，回来身上就带了点魔气。虽然我和你母亲帮你压制住了，可随着你的灵力增长，魔气也越发的强大。直到5年前，你冲破元婴，魔气大发，故而魔化。那次魔化后，你性情大变，行事作风与你平时判若两人。后来我和你母亲翻阅了不少资料，才查明缘由。你魔化后的那个人，大概是你分裂出来的第2人格。人格转换期间所做之事，待清醒之后，彼此都不会记得。这也是虽然我恢复了你的记忆，但你却记不住具体画面的原因。闻言，白锦陷入了一阵沉默之中。第2人格，这么说，当年和谢天在一起的并非真正的自己。等等，你刚刚说的什么意思？什么叫你恢复了白景的记忆？谢天敏锐地听出了其中的漏洞，质问的眼神盯着白景。你不是说你记不起来了吗？白景垂眸敛去异样，抬头时却是一副茫然的模样，说道：我只知道你来过太医门，其他的确实不知。谢天心道：什么无辜的眼神，搞得好像老子冤枉你似的。白夫人这时说道：虽然那是景儿的第1次魔化，但5年前发生了一件事儿，反倒彻底压制住了你体内的魔气。之后5年都相安无事，怎么现在又一个5年前？大约是出于默契，谢天和白景同时在这几个字眼里听出了一件事情来。
白夫人大概也从他们的眼神里看明白了什么，点头道：正是你们想的那件事儿，所以我们猜测谢天你待在景儿身边，可以帮他压制魔气。闻言，白景没有松口气，反而有些担心。果然，谢天已经皱眉站了起来。所以当年是你们删了我的记忆，怕我把白景的事情说出去？白夫人忙道：不是这样的，你的记忆不是我们……哼，我猜对了吧？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名门正道做出来的好事，还从来没有人敢如此算计老子。谢天冷喝道。一想到自己被人设计了这么久，谢天就浑身不爽。若不是看在他们是白景的父母，他早就亮出他的步机打过去了。似是看出了谢天的心思，白景轻轻扯了他一下。谢天甩开他的手，起身极为不爽地踢倒椅子。你们最好给我一个解释，否则……不好啦，新娘子跑了！外面不知谁喊了一声，很快就传来了杂乱的声音。谢天动作微顿，转头往外看了一眼，隐隐看到有一道影子闪过，像极了他那不争气的师傅。谢天正要追过去看看，手却被某个人拽得很紧。他回头一看，白景拽得更紧了，生怕他直接跑掉似的。这让谢天想起他被刘星偷袭的那日，白景也是这样盯着他，仿佛只要一放手他就化成空气似的。谢天顿时觉得心口被人抓了一下，他不由软下心来，道：你先放手，外面出事了，我去看看。白景松了手，却站起了身。我和你一起去。谢天猜得不错，白凡的新娘就是他的师傅尹红。尹红身上被下了药，虽然用法术逼出了大半，但因为损耗太大，速度慢了下来。这一停下，就被谢天逮了个正着。师傅，还真的是你。谢天腾空落地，待确认尹红没受伤后，又端起了松散的嘲笑来。我说师傅，你今儿也太带劲了吧？你知不知道外面多少人等着参加你的婚礼，多少媒体等着报道这场圣婚大典，你竟还逃婚，还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你够牛逼的呀。尹红白了那没大没小的臭小子一眼。你给我闭嘴！谢天挑眉过去搀扶他老人家。没几日不见，你都瘦成这样了，不会是被人囚禁遭人虐待了吧？尹红眼角微抽，直觉有种不好的预感，气得胡子直哆嗦。臭小子，老夫要被你害惨了！话毕，尹红拔腿就要跑，但后面那人比他还快，一瞬就落在了面前，阻挡了他的后路。谢天这时也皱起了眉头，看向了白景。白景目光清明，淡道：我不知道他会跟过来。谢天自然是了解白景的，他就是没想到白凡竟然是这么一个阴险狡诈之人。想必刚刚尹红逃跑的消息也是白凡他自己故意泄露的，目的就是让谢天帮忙找，而他呢，只管在后面追。好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白凡走向尹红，手朝他伸了过去。他的眉色不能说不温柔，只是那张温润的面容下隐隐透着一股阴戾。他低声道：阿红，跟我回去，我可以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二叔啊，你这可就不厚道了。谢天挡在尹红身前，模样懒散。你想娶我们家老头，我也不反对，只是你说娶就娶也没个聘礼，这就说不过去了吧？白凡紧紧盯着尹红，语气淡淡道：
我与你师父情投意合，别说聘礼，我所拥有的一切，他都可以与我共享。尹红和谢天配合默契，谢天继续胡说八道，设法拖住白凡。尹红呢，则趁机用障眼法逃跑。不过白凡似是对他们的把戏早已了然，所以他压根儿就没听谢天的忽悠，甚至在谢天说话的时候，已经开始在附近设置障碍了。于是尹红在逃跑的时候不小心触动了白凡设置的障碍结界，让白凡一眼就能看穿他的真实所在位置。眼看尹红已经暴露，谢天也不再耍嘴皮子了，在白凡动手要擒拿尹红之时出手拦下。而另一边，尹红正在施法打破结界，许是白凡分心应付了谢天，这一次的结界很容易就被打开了。谢天，别恋战，走！尹红喊道。谢天早就应付不暇了，别说恋战了，他就是收手也未必能抽身而出啊。就在这时，白凡突然开口：谢天，你不是一直想知道5年前发生了什么事儿吗？那就问问你师父，你的记忆可是他亲手帮你删掉的。如若不是他，你和白锦早就终成眷属，你也不必一个人带着孩子受尽屈辱。这一切可都因为你的好师父。闻言，谢天愣了愣，尹红气得胡子都往上翘了，当即喝道：白凡，你休要挑拨离间！我本念在你我同窗之谊，次次退让于你，可你若再这样冥顽不灵，胡作非为，我尹红宁愿不要你这个朋友。白凡隔着谢天和白锦看向尹红，嘴角抿起一丝几乎疯狂的笑脸。尹红，就算如此，这一次我也绝不会放你离开。白凡见他们不上当，而尹红也正在逃走，他脸上的阴鸷更重。此时他与白锦正僵持着，白锦神色淡淡，似乎刚刚那番话对他也没有多大的影响。白凡更是怒上加怒，沉声道：白锦，尹红根本就不想你和谢天在一起，他和谢天都是一丘之貉，二叔的下场就是你将来的下场。白凡继续诱惑道：静儿啊，你不是想要和谢天在一起吗？那就帮二叔把尹红追回来，到时候你和谢天也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谢天见状当喝道：哼，放你家的狗屁，老子和谁在一起关你鸟事。他暴毙站在旁边，突然质问道：当年的事你知道这么多，还瞒了白景这么久，我看你才是别有二心吧。此时的白凡恍若已经变了个人，谢天清晰地感觉到他散发出来的力量中有很强的魔气，那还不止，他所用的功法招数都和一个魔修差不多。白凡已经是一个魔修。白凡眼底闪过一丝狠厉，突然朝谢天发出一招致命的攻击。另一边，白锦见状，眼疾手快地将谢天推开，继而反手施法一挡。但白凡的功力实在强厚，白锦接下那一掌也得后退几步才能稳住身体。而此时，白锦眼底夹杂的愤怒，因为谢天差点受伤而强化，使得额前的魔化印记越发的明显。待谢天发现时，已经迟了。白锦已经再次发生了魔化，他语气冰冷道：谁敢伤谢天，我必灭他全家。只见那一瞬间，白锦体内的力量像爆发了一样，轻而易举的就将白凡打飞。白凡连退几步，捂着胸口闷了口血出来。他看着尹红逃跑的方向，眸底溢出一丝阴鸷而疯狂的笑。尹红，迟早有一天，你会自己回来的。
一段时间后，太医门的弟子姗姗来迟。他们到的时候，白凡已经不知所踪了。谢天当然不会这个时候揭穿白凡的真面目，要是被别人知道他师父被白凡逼婚至此，整个逍遥派都要为此蒙羞了。现在更要命的是白景这货又被另一个人格霸占了。谢小天，你说我才离开一会儿你就被打了，你就这么离不开我呀？白景的手搭在谢天的肩上，笑里总有那么几分欠揍的气息。谢天是无语的翻了个白眼，他就想不明白了，刚刚白凡怎么刺激这货了啊？才一会儿的时间就让白景放出了这个神经病人格，真是要命。喂，你老搂着我做甚？好好走路。谢天快被白景整疯了。那白景呢，几乎将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谢天的肩上。刚刚打累了，没力气。呵呵，谢天无言以对。今日的婚宴因为尹红逃婚而不了了之了，白凡也不知所踪。这么多客人都在外面等着，白掌门只能硬着头皮出面和大家解释。但太医门接连2次举办的婚礼，最后都成了闹剧，不免沦为大家伙口中的笑柄。最后不知谁猜出白凡的那位神秘新娘是尹红高人，又想到上次来白景婚事上搅局的谢天就是尹红的爱徒，一时间大伙神色各异，议论飞扬。你们说这当弟子的行为不端，搅乱了太医门未来掌门白景的婚事，现在这师傅大庭广众之下又玩逃婚这一出，这魔界的人还真是一点都不把我们正派放在眼里啊！听说不日后魔界又要举办一次魔血，谢天还报名参加了，还不知道会整出什么样的幺蛾子。再这么放任他们下去，修真界迟早要大乱。谢天本来只是出来看个热闹，结果被那些人议论的搞得很不爽，从地上捡起一个石头，狠狠地朝那个嘴贱的丢去。你说谁行为不端，谁逃婚？要不是他白凡囚禁我师父，我师父至于等到今天才逃走？再说我们举办魔选怎么了？等老子当上魔王，第一件事就是带人灭了你们这些狗眼看人低的长蛇军。那人一看到是谢天，立马炸毛。你怎么说话呢？有本事现在放马过来！谢天暴脾气忍很久了，正想找人练练手，旁边的白景却把他拉到身后去，冷冷道：对付这些人，何须你来动手？谢天没说话，白景出手极快，一下就扇了那几个闹事的人几巴掌，愣是把他们扇得晕头转向的。白景轻狂地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语气狂傲：以后再让我听到你们说一句谢小天的不是，可就不是被丢出去那么简单了。白掌门的脸色是实在难看，他沉着脸把白景和谢天赶回了后院，自己留下来和其他长老一起把客人媒体都遣散，并花了大价钱才封杀这次的闹剧。白掌门呢，进来没看到谢天和白景，脸色更加难看了。那2个混账去哪儿了？白夫人说：他们不是出去帮忙了吗？提到这个，白掌门火气更旺。来人，把他们给我找回来，这回我非得……抓住了！谢多多突然就抱住了白掌门的脚，小手笨拙地摘下眼罩，抬头看到是白掌门，跳起来拍着手：爷爷，我抓住你了，到你蒙眼睛喽！白掌门一愣：你叫我什么？爷爷呀！
谢多多手里举着眼罩，爷爷快，到你了。白掌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嗖的一下就收敛了火气，接过谢多多手里的眼罩，笑眯眯地摸摸他的头。哎呀，好啊，到爷爷了。白夫人微微挑眉，手在后背做了一个 OK 的姿势，就连谢多多在白掌门蒙上眼睛的时候都特意的举了2个耶。不远处，谢天暴毙靠在走廊的柱子上，哼笑道：你们家老头还挺好哄。和这货一样。白景对此不作一词，他现在对另一件事更感兴趣，嘴角勾起一抹兴味笑意。你刚刚说你要当魔王？谢天心里一阵疙瘩，莫不是这家伙连这个人格都想着阻止他？这就难办了。本来他就打不过白景，而这家伙魔化的时候更加厉害，要是他……怎么才能当魔王？白景突然两眼冒光，让正在绞尽脑汁忽悠他的谢天登时愣了愣。你刚刚说什么？白景没好气地重复。我问你怎么才能当魔王，是不是把那些人打败就好了？谢天眨了眨眼睛，问他：你也想当魔王？废话，我可是你的白老大，怎么也得有个拿得出手的身份不是？谢天心道：合着你这个太医门未来的掌门人还不够你拿得出手？但不得不说，这样的白景才更加和老子情投意合吗？白景语气嚣张：等我当上魔王，封你一个魔后，也省得你动手。谢天挑眉，敷衍地笑了笑：好说好说啊，咱先回去参加夫妇考核，考核通过了就能参加了。就这么简单。白景眯着眼，意味深长地说道：我听说要参加魔选比赛，谢小天，你变坏了啊，休想糊弄我。说着手往谢天腰上一揽，轻松的就把人抱了起来。两人遇见于半空，谢天一边拍他的手一边问道：喂，你要带老子去哪里啊？白景语气霸道：去报名。谢天就觉得奇怪了，他怎么知道还有报名这回事儿？魔化后的白景身上散发出很强的魔气，和魔修的气质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加上他那张无可挑剔的高颜值，不少魔人都为之倾倒。哪怕有谢天这么俊美的男子在旁边，也无法吸引那些人的目光。所以这一路啊，白景是出尽了风头。谢天是忍得又憋屈又不爽，偏白景还臭不要脸地说：啊，我这么迷人是你的荣幸，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有我这么好的老公。滚！谢天都懒得搭理他。不过你要是实在不喜欢别人看我，也可以，我现在就去挖了他们的眼睛。白景话落，做事要动手的样子，谢天真是服了他了，忙把人拽了回来。白景，你差不多行了。白景挑眉，勾唇笑了笑，哼，好，既然谢小天不喜欢，那我就暂时放他们一马。他说，报名地点在哪？谢天轻咳，故作摇头，我也不知道。白景看他一眼，哼了声，朝路边的魔人露出一抹勾人的笑容，问道：你们有谁知道魔选的报名地点在哪儿？一时间，所有听见了的魔人都蜂拥而至。啊，我知道，我带你们去。谢天心中暗骂：操，人比人气死人。不过，就算白景这身上的魔气能骗得过修为低下的魔人，但在修为深厚的长老们面前，他这点把戏根本就瞒不住。所以啊，白景还未踩上台阶，就被阵法打下去了。这里是魔界的要领之地，你们正派休要乱闯。最年长的长老发话了：
好啊，这正派的人现在都敢明目张胆地骑到我们魔界来了。白景是虚浮在半空，不屑道：我想去的地方，就没有人能拦得住。好生猖狂的臭小子，看来不给你一点教训，你是不长记性了。大长老轻斥道。他的话音刚落下，其他长老受益不振，一道金光从半空中释放，继而聚成一条线，直逼白景。白景双手交替合璧，嘴里念了几句咒语，从手心里蹦出了一道蓝光来。金蓝两道光相遇，碰撞出了巨大的火花，火花在半空中左右移动，可见双方的实力不相上下。但很快，白景就因为势单力薄落了下风。那几个长老呢，还在加大攻击的力度，白景是死死硬撑着，也没有退缩的意思。谢天见状忙道：各位长老，今日是我们鲁莽失礼在先，我在这里向你们赔礼个不是，你们大人有大量，收手吧。彼时双方都没有要收手的意思，白景这边显然快坚持不住了。谢天心下不免有些着急，唤出不击剑，举剑朝他们的金蓝交汇处砍了过去。顷刻间，两边的平衡受到了影响，火花乱窜，一声声爆破紧接而来，地面被炸出了好几个坑，烟雾弥漫，眼睛只能看得见1米之内的东西。谢天就趁着这点动乱，忙拽着白景离开了。等走远了，两人才停下来。白景的脸色十分不爽，魔界的人太不知好歹，我好心竞选魔王，日后好好改造他们，他们竟然还不乐意。谢天算是看明白了，这家伙自尊心强得要死，既然硬的办法不行，那就只能来软的了。思及至此，谢天轻轻地拍了拍白景的肩膀，说道：算了，为这些人生气不值得。再说这魔王之位，你做和我做有什么区别？届时我当了魔王，你就是魔后，咱们照样可以为所欲为。白景挑眉：这不行，我们的家庭地位还是要分清一点。谢天黑着脸：什么家庭地位？你还想骑到我头上去？白景见他一副炸毛的样子，忙摸摸他的头：啊，行，在家里你最大。谢天对这句话倒挺受用的，只是他依旧忘不了被耍的愁。5年前的那件事儿，你到底有没有算计过我？闻言，白景陷入了一阵深思。此时已经是黄昏，阳光都变得有些惨淡。白景知道谢天还有很多话要问，所以并不着急回去。他的手从无穷极里一伸，下一刻就捞出了一张软绵绵的床榻，放在了树荫底下。那床榻长2米多，宽也宽得正好，两个人躺上去正好挨着肩。谢天盘腿坐到床位上去了，这才继续问道：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师父会抹去我的记忆？你师父抹去你的记忆，问你师父去，问我做甚？你到底说不说？说还不行吗？白景这才慢悠悠地开口了。5年前，我在洞里修炼，你突然从天而降。那天，你说你是来找你师父的，至于是什么事儿，你也没有说，我也懒得问。不过，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师父尹红是吧？他压根儿就没来过太医门。谢天皱眉：那我为什么会去太医门找师父？白景回想了一下，说：你说你接到了你师父的信，不过显然这什么信都是别人捏造的，你就是被别人骗过来的。这该死的看不起人的语气，
谢天忍不住瞪了他一眼。那我当时就没有怀疑过？有啊，白景挑眉看他，这不是被我囚禁了吗？谢天被气得说不出话，白景接着说道：你闯了我的地盘，又长得这么秀色可餐，我对你一见钟情也是在所难免。当然，我的长相也不在话下，我们的相遇就是上天注定，我们注定是一对让人羡慕的夫妇。谢天不知道白景此时的小心思，继续问刚刚的问题。我当时怀疑的对象里面有没有你二叔白凡？白景挑眉，目光直白地看着谢天，下一瞬间已然恢复了正经，说道：你那会儿都还不知道你师父和他的关系，怎么会怀疑到他？不过你师父为什么删除你的记忆，我倒想到2点。谢天立马看了过去。想到什么？白景看着他笑了笑，总有点不怀好意从他的眼底蔓延而出。他说道：你说你要是早点从了我们情投意合，私定终身，你师父肯定就不会认为我在欺负你，是不是？谢天没说话，白景接着道：你说你师父也是够固执的，这正派和反派的人在一起怎么不好？我就觉得我那二叔对你师父还不错，你师父非得这么挑剔，我看你8成啊就是被他教坏了。谢天用手肘撞他的胸口，有点恼羞成怒的意思。那当初我们那事儿也是你强迫我的？白景了一声，故意装傻。那件事儿是什么事儿？你别给我装傻。我说过了，咱再试一试就知道了。白景嘴角勾着一抹邪魅，撩起谢天的下巴正要亲，然他突然不知想到了什么，在快要亲到谢天的嘴唇时突然停了下来。上次刚吃豆腐就被另一个白景钻了空子，这次可不能再因为小便宜而失了大计。怎么不亲了？我也很想回味回味那时的感觉呢。谢天见他犹豫，胆子反而大了起来，一把将白景推倒。不如就趁现在。你之前不是说要一起参加夫妇考核吗？我答应你。白景语速飞快地说道。当时2人凑得很近，谢天几乎都要亲上去了，但听了白景的话，还是乖乖退出了那道防线。这可是你说的，要是夫妇考核失败了，老子废了你。白景缓缓地笑了笑，那就等着看，到底是谁废谁。谢天一下子就退开，跳下了床。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回到太医门，白家二老正在为谢多多吃饭。谢多多大口大口吃饭的样子可谓呆萌，二老看的是赏心悦目，也忘了孩子不能吃这么多，一直给他喂。白景走在后面，懒得搭理其他人，进来就往旁边的椅子边上坐。没有另一个白景的正襟危坐，他的举止可谓懒散，对别人爱搭不理，独盯着谢天父子看。白夫人和白掌门对视一眼，又看向谢天，哪料谢天像是接收器失灵般，故意看不懂他们传达的信息，说道：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白夫人啊了一声，不舍道：这就走了，不在这边多住几天？谢天说：我们习惯了自己住，人多不方便。白夫人说着，求助般的看向白掌门，白掌门却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只是看着白景说道：在凡界，你一定要压制好体内的魔气，莫要伤了人类。我知道，啰嗦。白景不耐烦地说道，起身接着说：现在可以走了吧？谢天看得出来白家二老有话要对他说，只好硬着头皮把白景打发走。
他把谢多多交到白景的怀里。你们去外面等我。白景看了看怀里的小东西，又看了看他，不去。谢天是真的无可奈何，这货耍起赖来呀，无人能比。谢天也没指望他会乖乖听话，于是直接上手把白景给拎了起来，丢到了门外去。你们俩给我好好在门口待着。客厅里的白掌门和白夫人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莫名还有点欣慰。把那父子俩丢出去后，谢天走回大厅，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丝毫没有察觉两人因为这个称呼而有些不悦的气色。开门见山道：白掌门，白夫人，有什么话现在你们可以直说了。白夫人提醒道：谢天，你现在应该改口了。谢天挑眉，像擦边球一样忽略他话里的意思。白夫人，你们也不希望有我这样一个魔修的儿婿吧？反正我们都看彼此不顺眼，客套话就不用说了。才被谢多多哄好的白掌门，这会儿的脸色又变得十分难看。白夫人见状，忙转移了话题：你们刚刚去哪儿了？怎么景儿回来还是这副样子呀？谢天态度傲慢，挑眉道：也许是你们料想错了，我并不是能帮他压制魔气的良人，要不二位还是另择他人。白掌门一听，眉梢染了点怒火，白夫人忙拉扯了一下他的胳膊，他方才把火气忍回去。谢天，差不多得了，当初可不是我们逼着你出现的。谢天本想再膈应他几句，却在听到白掌门接下来说的那些话之后愣住了。白掌门沉声道：我们承认，在白景有魔化迹象的时候，是想过让你留在他身边帮助他，可那都是在你来之后。若不是你在景儿的大婚之日带着孩子来搅局，也许景儿早就和陈碧那丫头完婚了，哪还有后面这些事儿？谢天奇怪，这么说，不是他们设计老子来找白景的，那这一切到底是巧合，还是其他人的算计？难不成是白景他二叔白凡？说到后面，白掌门的脸色更加不好了。白夫人生怕他们又擦出火花，忙站起来打圆场。哎呀，这算起来呀，也都是命。你看景儿5年前魔化的时候，因为你他体内的魔气才得以控制。5年后，你们阴差阳错的又走到了一起，还有了谢多多这么可爱的孩子，都是缘分。只是近来景儿体内的魔气越来越难控制，早前我们已经压制不住了，这才想着让她成家立业，也想试试5年前的法子。不过后来被你截胡了。早上去追你师傅的时候，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景儿那孩子好端端的，怎么会又开始魔化了呢？谢天想起白景今天的魔化是因为白凡要对自己下手，又想到与刘星开打那日，白景为了救自己才走火入魔。这样算起来，让白景魔化的罪魁祸首好像还真是和他有关。这样一分析，谢天的气势突然降了下去，忙顾左而言他道：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会处理，二位不用操心。只是他难得严肃地问：除了5年前的那种法子，就没有办法能帮他压制体内的魔气了？白夫人点点头，生怕谢天不信，拽着白掌门一起点头。白夫人说道：我们想过很多种办法，但都没用，除了你。后面的话不用多说，谢天也能意会了。真他妈狗血的办法！难不成那货入魔一次，他就得被吃一次豆腐呀？操，真是便宜白景那货了。我还有一个问题。谢天难得震惊。5年前我是被我师父带走的，他为什么要抹除我的记忆？白夫人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说道：当年
进而把你封在一处山洞中，不让你出去，也不让外人进来。你的师父尹红以为是我们景儿欺负了你，气冲冲的就把你带走了。我们这才冲破结界找到了景儿。当时你们已经……我们也是担心景儿的情况，所以才把当年的事儿瞒了下来。也是你大闹婚礼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当年的那个人就是你。谢天眯了眯眼睛。当年是有人故意引我去太医门的吧？闻言，白夫人有些心虚地看向白掌门。白掌门是气定神闲地开口：“此事我们并不知晓，能告诉你的，我们都说了。”谢天见状就知道问不出什么了。这事儿能和师父扯上关系的，大概也就只有白景的那位好二叔了。夜色渐深，已经快10点多了。宋子安呢，正在家里打包最后一点行李。季月想帮忙，被宋子安拦去了一边。你不是工作忙吗？你先处理工作，我很快就打包好了。季月拗不过他，只好作罢。他往楼上走的时候，看到宋少阳还站在走廊外面，目光焦急地看着谢多多家的门，无奈地叹了口气，走了出去。少阳。宋少阳听到季月的声音，转过头。妈妈。季月走过来，摸了摸宋少阳的头，望了眼隔壁的房子，轻问道：“还在等多多？”宋少阳点点头，说道：“妈妈，我还没有和多多告别呢。”正说着，隔壁楼顶突然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谢天是骂骂咧咧地站起来，余光瞥见谢多多正笨拙地朝宋少阳那边跑，立马伸手拎起他的后领子，一巴掌打在他屁屁上。我叫你乱玩，现在玩砸了吧？以后没有老子允许，不能遇见，听见没有？少少，你是来接我的吗？谢多多刚被放下来，就立马朝宋少阳跑了过去。宋少阳忙把他拉到一边，犹豫了一会儿，才说道：“多多，我一会儿就要搬走了。”闻言，谢多多立马就变了脸。搬家？为什么要搬家？不行，少少不能走。宋少阳小大人一般的安慰他：“多多，我只是提前回修真界，以后等你们也回来了，我们还是会再见面的。”谢多多皱着小脸，扭头看向坐在沙发上的谢天：“爸爸，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谢天挑眉，余光瞥向白景，一本正经地说：“这得问你爹，只要你爹配合得好，完成夫妇考核后，咱们就能回家。”白景插着缝儿，抓起谢天的手亲了一下，说道：“哎呦，不就是夫妇考核吗？小问题。”宋少阳拍拍谢多多的后背，说道：“没关系，多多，最迟8个月后你也能回来的，到时候我们还要一起上学。”谢多多是依依不舍地牵着宋少阳的手。“你现在就要走了吗？”“嗯。”“那我送送你吧。”两个小朋友在门口是依依不舍的在楼道里含泪分别。谢天是无语的直翻白眼，突然一把勾住了宋子安的肩膀。“哎，走这么急做甚？天色太晚了，还不如多留一晚。”宋子安为难地看向季月，季月温和地点了点头。宋子安正要说点什么，谢多多激动的声音已经从门口传来了：“太好了，莎莎今天不用走了。”然后跑过来抱住谢天的大腿：“还是爸爸对多多最好了。”谢天心道：“哼，老子把人留下来就是为了夫妇考核。不过这臭小子喜欢自作多情，那就让他继续自作多情去吧。”
第二天，在宋子安办理退房的时候，白景悄悄把萧军拉到一边，威胁他说出夫妇考核顺利通过的办法。当时萧军那狡猾当头，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题目都是修委会出的。白景闻言点点头，那你就去修委会打探清楚了，告诉我。萧军呢，面露愁容哎呦，这上面有规定萧静静，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我也不是白让你帮忙的。白景似是看出了萧军的为难，袖子轻轻一挥，萧军怀里立马堆满了各种法宝。这些都拿去，够不够？萧军望着这一堆宝贝，眼睛快要瞪出眼眶了，脸上的为难顿时消失不见了笑眯眯地说：够的小景景的忙，那我肯定是要帮的嘛。一边将宝物收入囊中。瞧吧，这夫妇俩早就打了作弊的主意了，只是来源渠道不同罢了。谢多多将宋少阳送到门口，奶里奶气地说：莎莎，你要等着我，回去我就找你玩。宋少阳是郑重的点头。好。谢多多又说：那你还得保证，你不能因为交了新的朋友就忘了我。宋少阳认真地说：不会的，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谢多多还想说什么，却被谢天拎了回去。谢天挡在门口，对宋子安一家挥挥手：一路顺风。而后利落地把门关上。白景掏了掏耳朵，提醒道：我们该出门去参加夫妇考核了。知道了。谢天哼道。谢多多还趴在窗口，跟个望夫石似的，被谢天无情地拎去厕所洗脸去了。不许哭了，一会儿我们去参加考核就能回家了。这时萧军的电话打了过来：小景景题目的答案我已经发给你了，还有1个小时，你们可要好好准备哦。白景了声，突然问道：你平时都这么喊我的？萧军道：是啊。白景是嫌弃至极，语气不爽地应他：难听，以后别让我再听到这个名字。然后挂了电话。萧军心道：这贿赂完就翻脸不认人了嘿，昨天喊的时候应的不也挺好？再说了，他还听他喊谢天叫谢小天呢，这2个名字有区别吗？萧军在心里感叹了一番，也不知道白景清醒过来的时候得知这个真相会怎样。不过也还好，他留了一手。萧军凭空写了几个字，发给了远在修真界的白家二老，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修真界看到萧军发来的消息，白夫人还是一脸的忧愁，说道：老爷，我们这么做真的好吗？万一景儿清醒。我这是为他好。白掌门说着，语气不容置喙。谢天想通过考核去参加魔选，若他日后当了魔王，景儿还不肯和他分开，这让白家如何在众派之间自处？白夫人忧心忡忡地说：可万一谢天为了此事和景儿闹了，让景儿魔化越来越严重，又如何是好呀？白掌门态度坚硬，冷声道：景儿想和谢天在一起，他就绝对不能当选魔王，这是我最大的让步。我宁愿景儿在那凡界待得久一点，也比一个魔王当我们白家的儿婿，让我们整个太医门沦为笑柄要好。你这老头子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白夫人一副没有办法的样子，又急又无奈。再者说了，龙眉笑柄，那二弟与尹红前辈的事你打算怎么处理？二弟到现在都没个人影，不要再生出什么其他事端才好。说到这个，白掌门也有些忧心。他兴许是去找尹前辈了吧？这是他多年的心结，让他折腾去吧。不好好折腾一把，他也不会死心。此时的凡界修委会办事处，谢天一家3口正在门口等待夫妇考核。也才等了2分多钟，谢天的手心就开始冒汗了。谢天从小考试那就没及格过，他以前玩的最爽的就是烤个鸭蛋气死老师，还对倒数第1非常的引以为豪。却没想到有一天他也能体会到考试前的紧张和焦虑。怀里的谢多多捧着一个冰淇淋在舔，早把宋少阳搬走的事情抛出脑后了，吃的那是一脸的津津有味。而白景呢，他整一副势在必得的悠哉悠哉的神情，也不知道谁给他的秘制自信。这对父子就没一个靠谱的。谢小天，你不会是紧张了吧？白景心情很好地说。谢天呵了一声，笑话，紧张是什么？老子从来就没紧张过。这时白景快速而大声地喊了句：谢天！谢天立马应到。然后白景就笑了出来，轻斥道：哼，还说不紧张。谢天心中暗骂。白景拍了拍谢天的肩膀：哎呀，放松，会过的，相信你白老大。最好是，不然老子跟你没完。谢天甩掉他的手。这时传来机械声说可以开始考核了。当系统宣布考核步骤的时候，谢天直接傻眼了。系统给出的考核流程为：请2位宿主把手放进验心石，等待验证结果。谢天不可置信地问：就这么简单？一会儿验心石升上来之后，谢天和白景一起把手放了上去。这时验心石上面闪出蓝光，验证结果显示等待。谢天难掩焦急，这又是怎么回事？白景是一脸淡然：放心吧，会过的。来之前呀，他嫌弃答案太多，又给萧军打了一笔钱，省了前面那些无聊的步骤。就这最后的简单的一步要是不能通过，他直接掀了这破修委会。在隔壁房间里，提前看到验证结果的萧军也十分惊讶。原本萧军以为谢天对白景是虚情假意，带着不正当的目的刻意接近，无责任撩拨，却没想到谢天心里对白景也是真心的。至于小景景他对谢天的感情自然是不用多说的。但更令萧军感到意外的是，白景还是魔化的状态。谢天他们现在待的这间房乃修委会的特别定制，对白景这种特殊的魔化状态有很好的压制作用。按理说小景景应该能恢复原本的人格，为什么他在这里面还是没有变化呢？还是说这次白景的人格转变是白景故意的？肖组长，我们该把结果公布了。旁边有人督促道。知道了，就等了那么一会儿，催什么催？萧军向来对人都笑嘻嘻的和蔼可亲，这突然的烦躁让在场的人都觉得意外。萧军也不解释什么，只是皱眉思索着什么。谢天和白景考核通过的这个结果是好，可在白掌门那里实在不好交代啊。原本萧军做了这么一个打算，
只要白景进了这个房间，恢复了人格，到时候考核结果如何，自有白景自己决断。这样他在白掌门那里也好有个说法。可目前这个局面，当时白掌门拜托他做这件事儿的时候，还隐隐提了他的合欢派继承人的身份，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这事儿办得不好，他这个合欢派的继承人的身份怕是瞒不住了呀。对此萧军很是头疼，他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不就是想出来独立自强吗？这一个个的都抓着他的把柄啊，就来威胁他，真当他是没脾气了。喂，这破系统到底行不行？结果什么时候才出？系统迟迟没有给出结果，里面的白景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重要的是不能在谢天面前丢了面子呀，于是又中气十足地吼了一句：再不出结果我砸了他，信不信？这时房间的门打开了，萧军和2位工作人员走了进来。白景一手搭在谢天的肩膀上，胜券在握地勾着薄唇。萧组长，这是亲自给我们送好消息来了。萧军笑眯眯的，流露出一点遗憾的神情。哎呀，很抱歉，2位的审核没能合格。白景和谢天双双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谢天和白景同时开口。萧军为难地说：哎呀，这系统给出的就是这个结果，我也没办法。2位呢，还是回去。这什么破系统？白景，你不是想砸了他吗？动手！谢天十分不爽地威胁道。白景挑眉，掀起袖子。得，谢小天说砸，那就砸。萧军一听，忙上前拦在系统面前。使不得，这系统是修委会的最新研究出来的高端电子设备，这要是砸了可是要负大责任的。不砸也可以，谢天不咸不淡地说道。但我们觉得这个结果不是很准确。萧组长，您认为呢？他威胁气势十足，仿佛萧军一否认，他就会立马毁了这里的系统。萧军斟酌了片刻，看来也只能撕破脸皮了。他偷偷施法封住了那扇门，这才说道：你们威胁我们也没用，我们只是传达结果的工作人员，况且这里可是修委会，修委会高手如云，凭你们现在的状态，别说出去，就连我身边这个手下都未必能打得过呀。谢天意识到不对劲了，和白景对视一眼。白景抬手一试，果然什么法术也施不出来。他皱眉道：我的灵力被封了。谢天一下子就注意到刚刚被关上的门，那里不知什么时候设了一道结界。谢天皱着眉说道：白景，打开那扇门，我们的修为才会恢复。谢天也没闲着，一手拖着谢多多，一边去试着开门。那2个工作人员看到他要逃，立马出手阻拦。他们可不比萧军，丝毫不手下留情，甚至还动了灵气。谢天还都没碰到那门呢，就被打飞撞上了墙壁。谢多多吓得直哭，吸引了白景的注意力。萧军一看就知道不好了，立马叫住那2个人，恨铁不成钢地说道：你们都给我退一边去，这2位身份尊贵，岂是你们能碰的？话毕，白景已经怒气冲冲地拎起那2个工作人员，把他们朝门口的结界丢。可怜的工作人员啊，不敢违抗萧军的命令，被丢了也不敢回击，默默地蜷缩身体，把自己当成了个石头，以缓解疼痛冲击。结果他们竟然把结界砸了2个洞。
结界裂开了。看到这一幕，萧军的担忧更甚，心想白景肯定又强行冲破封印了。果然，白景刚刚使出那一掌之后，人已经站不稳了。谢天是眼疾手快地扑过去，扶住快要倒下的白景。白景靠在他肩头，嘴角抿着笑说：“放心，我不会让他们任何人伤害到你。别忘了，我可是你的白老大。”话都没说完的人就晕了过去。这令人糟心的家伙呀！白景晕倒后，谢天顿时没了打架的心思，一把将白景打横抱起，瞪向萧军。你还真是白景的好兄弟，好一个青梅竹马。萧军皱了皱眉，硬着头皮说道：“修委会有修委会的规定，我不能徇私枉法。”放屁！你的这些勾当做的还少吗？谢天冷斥道：“我们可以走了吗？”萧军示意工作人员让开路。谢天就这样抱着白景，还有一个坐在白景身上的谢多多，像走红毯一样，在众多修士围成的长队中离开了。第一次考核不欢而败。更在晚上，谢天突然接到了魔选提前的消息，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萧晨得知他们考核失败的消息后，也是一脸的愁容。师兄，怎么会失败呢？早上你还说万事俱备了呢。你说会不会是白景大哥突然反悔，不想让你离开，所以才故意的？谢天看了眼在床上睡得正香的白景，说道：“应该不会。你先跟我说说那边什么情况？怎么好端端的又提前了呢？不是还有小半个月的时间吗？”萧晨说：“是因为上一个魔王他跟人跑了之后，魔界里就把他列为了魔界的耻辱，看到他就打。他现在是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不他受不了那种生活，便又想回来当魔王。那长老们肯定是不同意的，所以长老们才急急忙忙的下令提前推举魔王。”谢天拧了拧眉心：“这么说，后天就要开始选举了？”萧晨道：“颁布令已经下来了，现在备选人都赶回来做准备了。师兄，你打算怎么办呀？”“魔王之位，老子肯定势在必得。”谢天说，眼底闪过一抹金光。“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只能骗他们说我和白景没关系了。反正修委会的人应该不会搭理这种小事。师弟，你帮我办一张我和白景的离婚证明，到时候兴许能派上用场。”这虽然是个办法，但却实在冒险。萧晨担忧道：“可是师兄，这事儿要是被查出来，你身上有了污名，怕是要被列入黑名单的，以后你再想参加魔选就难了。”谢天何尝不知晓这里面的厉害呀？只是为了魔选，他别无他法。这次机会他已经等了太久了。挂断电话之后，萧晨立马按照谢天的要求发布他和白景解除关系的消息。阿成，东西都收拾好了。牧民不知什么时候靠在门口，正看着萧晨。萧晨慌忙地收起手机，说道：“我这边也差不多了，等打包好这些电子设备，我们就可以开始搬了。”是的，萧晨和牧民决定搬出这里了。这里本来是谢天和萧晨一起买的房子，但自看出谢天对白景动了真心之后，萧晨就已经开始找其他房子了。就在前天，萧晨找到了一栋性价比比较好的房子，本来还想多看几套比较一下，结果因为牧民的一句很喜欢，他立马就和人家签订了合同，一口气把房子买了下来。还好你电脑技术不错，这段时间赚了这么多外快，不然我还付不起这么多钱呢。萧晨感叹。说着，身后突然没了动静，萧晨偷偷往后一瞥，还没看到什么，手臂突然被他一拉一扯，
牧民不知什么时候坐在了椅子上，这么一扯，萧晨直接坐到了他的大腿上，而牧民也没有给他缓冲的时间，大手捏着他的下巴就亲了下去。萧晨习惯性的挣扎，但片刻之后又变得很乖巧了，倒也不能说很乖。如果说牧民亲他是霸气，那他的回应就是欲罢不能。而牧民正是看到了他这一点，亲了一会儿之后就交出了主动权。于是亲完之后，萧晨的脸更红了，尤其是看到牧民被亲红的嘴角，他恨不得找条缝钻进去。牧民笑出声，安抚这个害羞的小狼崽，低声道：不用忍了，我的豆腐你随便吃。萧晨忙推开他，脸红得跟刷了胭脂一样，语速飞快的：还是赶紧收拾东西吧，不然天都黑了。牧民看了看他狼狈的连动作都有些僵硬，还是忍不住弯了弯嘴唇。白景一直睡到第二天才醒，他睁开眼睛的时候，谢天和谢多多一大一小都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白景撑起身体，眼底闪过谢天熟悉的茫然，谢天便知道这家伙恢复正常了。看来是让他恢复的办法也不一定非得行亲密之事嘛。白景的头有些晕沉，扶着脑袋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回事？我们已经参加完了考核，在这边的生活结束了。谢天在打包行李，边解释说道：明天模选开始，我得立马赶回去，你也和我一起吧。闻言，白景默了片刻，慢慢消化这个消息，脸色出奇的平静。好一会儿，他才点了点头。好。这个态度叫谢天十分的意外，他本来还准备了很多的说辞应付白景可能提的各种刁钻问题，却没想到白景一个字儿都不问。这太奇怪了。白景还在缓冲听到的消息，谢天则在一边慢吞吞地收拾行李。余光瞥见白景给萧军打了个电话，打了几次都没拨通。谢天忙把东西收拾好，走过来说道：不用和他打招呼了，手续我都办好了，走吧。白景盯着手机看了一会儿，抬头看向谢天，虽一言不发，眼睛却清明的似是看穿了他心里的小九九般。谢天顿时有点心虚，不就是骗他说考核通过了吗？不就是偷偷在他手机里面把萧军电话拉黑了吗？不就是要拐他去魔界吗？才多大点事儿。谢天在心里默默地自我调和着，一边召唤飞船，抱着谢多多坐上去。白景还在下面杵着，谢天理直气壮地说道：昨天可是你说了要回去的，怎么现在又反悔了？反正白老大做了什么你也不记得，老子说什么那就是什么。你明知道那不是。白景话说到一半，不知想到了什么，后面的话又咽了回去。最后默不作声地上了飞船。谢天的心虚顿时烟消云散。等飞船上了天空，谢天才发觉白景这一路都挺安静的，于是也扭头看了他一眼，却见白景一直盯着自己看，沉默不语。谢天挑眉：你看我做甚？白景嘴唇微抿，脸色以可见的速度沉了下去，连谢多多都感觉到了，忙往谢天那里挨，还用一种很小的以为白景听不见的声音问道：爸爸，弟弟又怎么了？谢天又看了白景一眼，那货还是安安静静的，不知在想些什么，谢天也看不穿。等到了修真界，谢天抱着谢多多朝魔界的方向走，白景站在原地。谢天迟迟没有等到他跟过来，便停下来等他。喂，走啊！
白景抬头，眼底闪过不明显的惊讶。我？废话，我参加魔选的这段时间没人照顾多多，所以你必须留下来。谢天故作嫌弃地说道。这家伙闹腾死了，一天不上房揭瓦就闲得蛋疼。正数落得起劲，白景突然瞬移而来，从他怀里抱走了谢多多，脸色也缓和了许多。多多只是顽皮了点，没你说的这么差。谢天心想，刚刚不还是一副老子要抛弃你的样子吗？这会儿心情又很不错的样子，变脸怪啊你。不过刚刚白景生闷气，不会是因为谢多多问话的时候没有留他吧？他难不成还以为老子不让他来家里头？这家伙平时挺聪明又霸道的一个人，怎么今天就变得这么迟钝呢？难不成魔化后脑子也变傻了？一想到那二货白老大，谢天觉得真有这个可能。因为提前和萧晨说了今天要回来，萧晨早早就收拾好了房间，特意把顶楼的房间重新精心布置了一遍，改成了大主卧，宽敞，视野也好。当萧晨将自己不仅要搬走，还准备和牧民住在一起的消息告诉谢天时，谢天刚喝进嘴里的果汁差点喷了出来。萧晨忙说道：那个师兄啊，我知道这事儿有点突然，但是你和白景大哥都从凡界回来了，以后应该也会在这边常住，我是没关系，但是牧民他喜欢安静，我们主要还是不想打扰到你们一家三口，而且我的新房离这里也不远，以后还是可以经常聚的。没一会儿啊，谢天顺过气来了，他恨铁不成钢地看着自家师弟，说道：你搬出去到底是为了慕名，还是怕当电灯泡啊？萧晨略略垂眸，含糊地说了句：都有。谢天见他拼命掩盖自己的心虚，不禁恨铁不成钢地抬手捂了捂眼睛。他需要时间消化这个消息。萧晨和牧民才在一起不到1个月，怎么看萧晨这家伙好像已经离不开牧民了，甚至还有种爱得死去活来的趋势。2年前，谢天不过不小心毁了牧民的窝，牧民就不依不饶地报复到了现在，甚至住进了谢天家里诱拐他的师弟。而萧晨又是一根筋，这事儿万一被揭穿，就凭牧民利用他伤害过谢天这一点，萧晨肯定会自责的要死。正所谓爱得越深，伤得越重，他实在不想看到萧晨越陷越深呢。思及至此，谢天态度坚硬道：搬什么家？家里这么多空房都留着当摆设，明天就给我搬回来。萧晨没想到谢天的反应这么激烈，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僵持间，牧民突然走了进来。萧晨看到他愣了愣：你怎么来了？牧民在萧晨肩膀上摁了摁：你先回去，剩下的事儿交给我。萧晨在他的点头示意下，牧民就信了他，而后站起来：好，那我去外面等你。谢天也让白景带谢多多回房间，一时间客厅里只剩下了牧民和谢天2人。你打算如何说服老子？谢天是开门见山，态度不好。牧民抬眸瞥他一眼，唇角弯了一下：说服你？我为什么要说服你？谢天皱眉。牧民继续说道：这些年阿晨给你照顾孩子，帮你看房，忙前忙后比佣人还殷勤，怎么，你还想让他当你们一辈子的佣人？谢天怒道：他是我师弟，是我的亲人。你若当他是你的亲人，你就不应该剥夺他自己的生活，他想要的生活。牧民徐徐说道，态度不算强硬，但字字都像一根刺一样扎进谢天的心里。
他有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事情，喜欢的生活，这些你又了解多少？谢天的气势突然就被压了下去，完全忘了牧民曾经利用过萧晨的事儿，反被他牵着鼻子生了愧疚。牧民继续说道：阿晨喜欢住在海边，喜欢吃海鲜，也喜欢自己做美食。他的厨艺你们应该都知道，不过你们大概都认为他给你们做饭是理所当然。你们不会在乎他的厨艺是否进步了，更不会在乎这些美食是在网上找的还是他自己创立的。阿晨他有自己的梦想，他想开一家真人模拟的网游公司，在1楼办美食店，2楼供客户游戏，但为了照顾你们，他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些。谢天彻底沉默了下去。这些年萧晨一直跟着他们生活，却从未表露过这些心思。谢多多生来就调皮闹腾，谢天管不住，甚至不想管的时候，还直接丢给萧晨照顾，而萧晨也从未有过丝毫的怨言。大概就是这份理所当然，让谢天忘了萧晨其实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他有自己的梦想，更应该为了自己而活。谢天捂着脸，挣扎了好一会儿，才再次开口：你是真心喜欢他的？牧民眼神微顿，语气坚定地说道：是。我不想以后让他为难。谢天语气淡淡地说道：我们之间的恩怨自己解决，之前我不管你利用他都做了些什么，我可以不计较，但以后你绝对不可以利用他，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牧民抬眸看着他，嘴角抿起一丝轻潮，隔了一会儿他才淡淡道：如果你肯退出魔王选举，我们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听言，谢天缓缓皱起了眉头。这不可能。之前听萧晨说，牧民参加魔选只是为了谋份高职，可现在看来，似乎也没这么简单的。那就没得商量了。牧民淡淡站起，走了出去。魔界第4次魔选大会依旧是在雪之巅进行，这一次的阵势比以往更加浩大。经过几个月的筹备，连魔选的台面都重新装修过了。银色的台柱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射出刺眼的光芒，台上正中位置放着魔王专属的座椅，现场的魔修气氛高涨。每一个备选的参赛选手几乎都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啦啦队，于是还没开始比赛，场面的火药味就已经酝酿起来了。台上的选手们各领风骚，台下的后援队高声呐喊，都怕声音被对方压倒，越喊越大声，越喊越起劲。全场下来那叫喊声就跟海浪翻滚一般，一波接着一波，震耳欲聋，场面几近失控。他娘的还用比吗？人家谢天的后援团队伍都抵得上全场一半的人了。就是，就这气势，到了投票环节，谢天肯定第一啊！几个中立派的人捂着耳朵吃力地议论着。你看那几个人，那些都不是我们魔界的人吧？正派的人跑这里凑什么热闹呀？你眼瞎呀？没看他们盯着谢天都快瞪出眼珠子来了，肯定是谢天的粉丝呗。瞧他们一个个的，都巴不得喊破喉咙呢。我靠！要是谢天当了魔王，那绝对是正魔通吃啊！他们太有面子了，我决定支持谢天。好几个中立态度的魔修竟被那口号的力量拉到了谢天的阵营中，其他选手是气得半死，
当然了，台上还有最后一位选手未亮相，大伙儿也都在议论这个神秘的穆先生到底是谁。距离模选开始还有10分钟，赛前气氛酝酿得十分到位。主持人上台提示入场时间还剩最后的5分钟，不过声音被台下的后援队的呐喊轻松地淹没了。请各位模选人注意了，距离模选开始还剩下5分钟，上台通道即将关闭，请未到场的选手尽快回到自己的位置，若超时未到场则视为自动弃选。谢天朝那个空着的座椅看了眼，眼睛微眯，牧民还没来，但直觉告诉谢天，牧民肯定是不会轻易退赛的人。却在这时，一个戴着银色面具的男人进了关卡，缓缓地走上了台，全场突然都安静了下来。那人走得不紧不慢，姿态不免有些傲慢，但气场却沉于无形之中，仿若走在红毯般。他走到正中央的时候，回眸勾唇，单手屈在胸口，做了一个礼貌的居礼。全场依旧安静，连主持人都愣住了。那个银色面具好熟悉啊，是不是有点像穆皇的妄念？哦，是那个200岁就破了元婴，300岁修成渡劫，一人打败数十位大成长老的，被尊称为皇的那个穆皇。人群中有人弱弱地议论着，有一便会有二，场下一瞬间就炸开了锅。他刚走一步，台下的人不知谁带头喊了一句穆皇，紧接着就是此起彼伏的给他加油打气的口号，穆皇必胜，穆皇必胜。由于牧民的出现，台下的阵仗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虽说牧民没有实现组织自己的后援队，但仅凭穆皇这个尊称就笼络了不少人心。不少中立的亦或者已经站了队的魔人纷纷倒戈于他的名下。也才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牧民的后援队就和谢天的几乎持平了。其他选手看到自己的后援队一下子空了这么多，脸色黑得能掉出墨汁来，当然也有点踩霉运的意思。他娘的，一个修为渡劫的鬼才来争魔王之位，还有他们这些小鱼小虾蹦跶的机会吗？这一次的魔选还有什么悬念呢？不知为何，谢天总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他虽然早就知道牧民是穆皇，但牧民突然这么光明正大地公开自己的身份，还是让他感到十分的意外。谢天朝台下扫了一眼，没有看到萧晨的影子，反而是被他再三叮嘱一定要在家里待着的白景，还是抱着谢多多一起来了。爹爹，爸爸还有叔叔都在上面。谢多多一会儿指着谢天，一会儿指着牧民，白景把他的小手按下，安静一点。哦。谢天微微皱眉，给白景传音。你怎么来了？白景回应，多多想来看。谢天气结，明明就是你自己想看嘛，还非要拿谢多多当借口，这个口是心非的男人。算了，一会儿就让你们看看老子是如何英俊潇洒的把这些人打下台吧。魔选正式开始。此次魔选比较隆重，分为2轮，第一轮是比试战斗值，这一轮分淘汰和排名2场。第一场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对手，赢的一方才能参加下一场的排名赛，所以在这一场上将有一半的选手会被淘汰。谢多多等得有点无聊，在白景身上挪来挪去。爹爹，我看不到爸爸在哪儿了。白景望着正坐在位置上翘着2郎腿嗑瓜子的谢天，唇角有些无奈地弯起。他把谢多多举高了点。看到了吗？谢多多点了点头，欢脱地拍着手。
看到了，爸爸在偷吃。白景一阵无语，大伙的注意力都留在台上，没有注意到有几个人的目光落在了谢多多身上。他们不怀好意的交换目光，正要靠近，不想人群里突然挤出一个人，挡在了他们的面前。哎呦，多多小可爱，你怎么也来了？叔叔。谢多多张开手要抱抱，白景认出他是谢天的朋友，便任由谢多多扑了过去。正好他也能专心的看谢天比赛。不远处被挤出来的几个人眯了眯眼睛，小声说道：错不了，刚刚那个就是谢多多。可他看起来只是一个修为低下的小孩啊，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吗？哼，是不是？一会儿试试不就知道了。第一场淘汰赛终于落幕，场上还剩下8位参赛选手。这一场排名赛为自由挑战赛，谢天本来瞄准了牧民，然而他还都没开口呢，就被一个人指名道姓的喊住了。这一战，我挑战谢天。谢天挑眉，抬头看看是哪个不怕死的敢直呼老子大名。只是那个人是目前人气排名第1的阿鲁卡多。这个人似乎从进场到现在就一直关注着自己，难不成他和老子有仇？谢天眯了眯眼，这种有仇又有点本事的对手最难缠了。可谢天被挑战上了，他也不能拒绝，否则排名就得排在阿鲁卡多之后。如果阿鲁卡多排第7，那他就算打败了其他人，那也还是倒数第1，所以他别无选择。开打之前，两人友好的抱拳施礼。阿鲁卡多近距离看着谢天，嘴角勾起了一丝阴沉的笑容。谢天，上一次你把我打败了，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一败涂地，颜面扫地。谢天疑惑，上一次？谢天这时想起来了，在4年前的魔选大会上，最后一个与他对战的就是阿鲁卡多。那时他打败了阿鲁卡多，正准备迎战新垣结衣，却不想因为打得太激烈而动了胎气，这才便宜了新垣结衣让他不战而胜，当了魔王。不过这他娘的算哪门子的仇恨啊？我说阿鲁卡多，你要是输不起，干脆就别上台，台上有输有赢再正常不过。再说这都猴年马月的事了，你要不要记恨到现在啊？谢天无语道。阿鲁卡多不理睬他的挑衅，直接出手。两人的能力都很强，从灵力对决到用灵气近战，两人的变换速度很快，灵力爆发的很有力量，台下也都在激烈的呐喊。这高手之间对决果然不一样，谢天我支持你。阿鲁卡多，阿鲁卡多，谢天，谢天。大伙的注意力彻底被台上的比赛吸引。台上，谢天和阿鲁卡多打得不可开交，双方激烈的战火已燃到了最高潮。若非有台面四周长老们提前设立的结界隔离，恐怕附近的人都要遭殃于他们的战火。按说谢天的修为比阿鲁卡多略高一筹，就算不能一下子把他打倒，也不会耽搁这么久。可现在的形势，谢天和阿鲁卡多生生打成了一个平手。不对，是谢天落了下风。阿鲁卡多不知施了道什么法术，与谢天体内的某种力量相悖，谢天受了影响，体内的气息顿时有些紊乱，施展出来的灵力也渐渐弱了下去。你这是什么功法？谢天皱眉道。阿鲁卡多哼笑道，眼眶里翻涌着得意和不屑，冷冷说道：你怕是在凡界待久了，连一魔煞掌都承受不了。魔煞掌？怎么可能？
谢天怎么可能连最基本的魔煞掌都撑不住？对呀，虽然魔煞掌要练到元婴级魔修才能打得出来，可谢天的修为都到大成了，怎么可能接不住一个魔煞掌呢？不过我听说魔煞掌有一个致命点，那魔煞掌是我们魔修的一个特殊功法，修为高的魔修可以自行化解这魔煞掌，但若是修炼之人掺和了其他道法，魔煞掌不仅消解不了，反而还会破坏修习者的气路。放屁！你这说的什么鬼话呀？难不成我们谢天还会学习正派的法术不成？谢天一听到魔煞掌，脸色顿时就难看了起来。他是没学过正道的法术，可在凡界，他曾经和白锦同修过一段时间，体内的灵气不免受到了影响，沾染了一些。刚刚阿鲁卡多打出的那一魔煞掌，明显对他的灵力爆发产生了扰乱的作用。更糟糕的是，阿鲁卡多好像早就知道他这段时间在凡界，也知道他身上的魔气不纯粹。谢天忍着那份不适，看了眼台下紧皱眉头的白景，示意他这个时候绝对不能上来，否则这次的魔选他必败无疑。白景自然是知道了他的心思，只是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谢天被打呢？谢天，别装了，你连一个魔煞掌都化解不了，还敢说自己是一个大成修真？阿鲁卡多冷淡地看着他，唇角不明显地勾了一下。还是说你的魔气根本就不纯？难不成你和外面谣传的一样，和正道的人同修了？谢天皱起眉头，心底不好的预感更加的强烈。果然台下开始议论纷纷。阿鲁卡多的后援队还把藏在谢天团队的几个正道的人拎了出来，他们的手机丢向半空，手机里的视频内容被放大，上面是谢天和白景一家三口在凡界的生活视频。出于萧军的爸爸带娃那些事儿的综艺画面。下面的议论越来越激烈，有一个人举着麦质问道：谢天，你什么意思？我们的魔选要求里明明写着要单身，你和正道的人都结婚了，还来参加魔选，把我们当傻子耍吗？谢天捏紧了拳头，沉道：我和白景已经解除关系，我现在是单身。证据呢？对，证据呢？谢天扫向台下，没有看到萧晨的影子。昨天他忘记向萧晨把离婚证明拿过来了，现在他又不在。谢天突然眼神微凛，他在人群里看到了刘星。刘星像看戏一样的看着他，嘴角抿着一丝和阿鲁卡多如出一辙的得意的笑，那种报复的快感赤裸裸的明露于表，压根儿不用再想也能猜得出来，这都是刘星和阿鲁卡多的设计。谢天沉下脸，想发怒却又无可奈何。难道这一次的魔选也和自己无缘了吗？谢天能注意到刘星，牧民自然也看到了，他远远地瞥了一眼，刘星似是察觉了一般，立马缩着脑袋躲进了人群里。我和他的确已经离婚了。一道沉重的声音突然传出，豁然打破了现场的议论。谢天听到声音，心里的那道弦像突然被拉断了一样，在他的胸口猛地震了一下。他和所有人一样看了过去，只见白景缓缓地走上台，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和谢天的离婚证明。这就是证据。有人过来将离婚证明拿给长老们过目，长老们看了之后宣布证据有效。
谢天没有违背单身参选的原则，长老保留了他的魔选资格。谢天却愣在当场。白景的手里为什么会有这份离婚证明？是萧晨给他的，还是……更令谢天感到奇怪的是，平时最喜欢管闲事的破系统这会儿竟然一声不吭。难不成他和白景真的离婚成功了？可是白景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还瞒着他？就算有了证据，可他的儿子谢多多是那白景的孩子。阿鲁卡多见状当即怒道：谢天他以后要是当了魔王，难保不会偏心于正派。台下有人跟着附和：就是，我们要怎样才能相信你呢？胜负都未定，现在谈信不信，是不是有点早了？一直沉默的墨皇终于开口了。他一发话，其他人顿时都闭了嘴。大长老这时候说道：此事大家也不必惊慌，既然我们要求参加魔选需要单身，那被选上魔王之后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终生不得嫁娶，一生都要为我们魔界鞠躬尽瘁。谢天，你可做得到？终生不得嫁娶。谢天皱起了眉头，那岂不是代表着他和白景以后都没有可能了？所有人都在等着谢天的回答，连白景也都定定地看着他，平静地看不出丝毫情绪。谢天的眼里闪躲着一丝复杂的纠结之色。魔王之位，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得太久了，难道他真的还要错过这次机会吗？现场的讨论又炸开了锅，一部分人认同这种说法，觉得魔王就应该舍己为魔界，一部分也觉得这个规定太过分了，为此台下吵得那叫一个喋喋不休啊！谢天觉得脑袋都要爆炸了，他知道白景一直在盯着自己，但他无法回应他，因为魔王之位他势在必得，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阻止他。过了一会儿，谢天心下似是做了决定，缓缓抬起了头。我同意。谢天说道，他的声音不大，但台上的人都听清了。一时间，周围的争吵停了下来，全场鸦雀无声。谢天重复说道：我同意这个要求。谢天。白景的声音十分沙哑，他看着谢天表情从未有过的痛苦，那些复杂的情绪一下涌出来，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默然地走了下去。谢天攥紧拳头，偏过头去，没再看白景，率先对阿鲁卡多出手。他的速度很快，用了10几招就把阿鲁卡多逼的是连连后退，最后一掌把阿鲁卡多打出了台下。阿鲁卡多直接被打得吐血。他用这一招告诉了全场的人：老子不发狠，你当老子是病猫？打到最后，台上就剩下了谢天和牧民2个人。刚刚牧民也打了1、2场，不过他的手段比较神秘，每次动手打人都仿佛在用手指弹奏衣服上的鹅毛似的，漫不经心的，不费多大力气的就把对方打败了。反观谢天，虽然他赢了几场，可此时看起来却是精疲力尽之态，身上不免也负了点伤。这样的他和牧民对比起来，犹如鸡蛋和石头。如此悬殊的对比，谁赢谁输早已一目了然。谢天，牧民淡淡道：你若现在认输，我不为难你。哼，
你在说笑呢？谢天手持步击剑，微微喘着气。他很累，可他并不想让自己停下来。对于魔王之位，谢天期待了多久，此时压在心里的石头就有多重，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认输。谢天和牧民到底是对峙上了。牧民的功法瞬息万变，他打出来的招数一般人看不明白。只见他一出招就轻易地接住了谢天的乾坤天道，其他人都为之震惊，但好像又在意料之中。而又恰在此时，萧晨赶了过来。谢天看到萧晨略微苍白的脸色，就知道他误会了什么。他刚要说点什么，萧晨已经站起来朝牧民走去。你是木皇？萧晨死死地盯着他，一字一句地问道：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木皇？牧民面无表情地站在那儿，唇角漫开一点轻嘲的笑。你不是都知道了吗？所以你这些天都是在利用我。萧晨不可置信地瞪着他。你对我说的话也都是假的，你就是利用我对我师兄报仇是不是？牧民微微皱眉。阿晨，我以为你能感受得到。我感受什么？感受到自己像一个傻子一样被你骗得团团转，还非常厚颜无耻地爱上你这个混蛋吗？萧晨平时不怎么发脾气，他这一生气就像炸了毛的大猫，恨不得扑过去用利爪在牧民的胸口上狠狠地抓一把。你怎么可以如此欺骗我？看了萧晨和牧民一眼，刚想过去说点什么，却又被白景扯了回来，硬邦邦地开口道：这是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会解决。谢天想了想，那我们先回家吧。这家伙大概是想给牧民添点堵，那就堵着吧。牧民那货瞒了萧晨这么久，确实该堵一下。萧晨向来是一根筋，若堵在心里的误会没有彻底解除，他自己那道坎就永远都过不去。所以牧民不解释，他就不会罢休。你不说话，是承认了。萧晨死死地盯着他，牧民沉静地看着他，目光深邃而又复杂。过了一会儿，牧民袖子下的拳头慢慢松开，这才举步走过去。只是他抬手刚要摸萧晨的头，却被萧晨猛地推开。别碰我！那一推也没多少力气，牧民却往后踉跄了好几步。这回他捂胸的动作就十分明显了。哎呀，他皱着眉，哎呀，紧绷着下颚，喉咙也微微滚了一下。萧晨心里一慌，盯着牧民的嘴角，颤声问道：你受伤了？没有。牧民慢慢地把手放下来，懒散地抿了一下唇。先回家，我以后跟你解释，好不好？萧晨是又气又急。你现在怎么还能像个无事人一样？难道在你眼里欺骗我对你来说也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吗？所以你才会三番五次地利用我接近我师兄？那你说我利用你什么了？牧民缓缓地问，声音沙哑的不行。萧晨一时又无言以对。住在一起的这段时间，牧民好像从来没有主动问过谢天的事情，反倒是他几次三番地找他帮忙，要他查木皇的消息，他还帮忙来着。他只是没有直接告诉他答案罢了。可那也是一种欺骗。牧民等萧晨冷静下来了，这才又朝他走近。阿晨啊，他的声音沙哑又无奈，萧晨听着更加的难过。
你为什么一定要对付我师兄？萧晨抬头看着他，似是做了很大的决定，才再次开口。我师兄上次受伤，是不是也是你？慕名的眉头再次皱起，却没有否认。刘星找谢天报仇，虽然不是他授意的，但出发点还是因为他。慕名没否认，萧晨就知道答案了。他了解慕名的性子，不是他做的事情，他绝对不会承认。他没否认，就说明这事儿和他有关系。为什么？你明知道师兄对我来说这么重要，你为什么还……萧晨眼睛红红的瞪着他，拳头拧得很紧，好像下一会儿他就要揍过去一样。这和我主人没有关系。刘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这事和他没关系，是我做的。小陈，你只知道埋怨我主人对付谢天，那你有没有想过谢天当年都对我主人干了什么？萧晨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他愣愣地看着刘星，问道：他是你主人？刘星说道：你大概不知道我主人现在承受着怎样的痛苦。恶心，闭嘴！慕名沉声地喝他一句，退下。主人，他迟早是要知道的。刘星心疼而又固执地看着慕名。如果不是谢天当年突然闯进来，你不会因为走火入魔被埋在山下1年，更不会因为伤了灵根，导致现在无法大幅度的动用灵力。你听说过锥心之痛吗？刘星看着萧晨，声音里透着几分苍凉。你永远不知道主人这些年承受着多大的痛楚。他本该是渡劫修真，却因为伤了灵根，导致灵力下降，无法再修成圆满。每次他强行修炼，他都会承受这种锥心之痛，除非……够了！慕名皱眉打断了刘星。刘星，滚回去！萧晨本来眼睛红红的，听了刘星的话，现在更甚。我师兄，他不就是不小心炸了你的家吗？你怎么会……萧晨。慕名语气鲜少的低沉，平日里懒散的眸光这回也淡了几分。就算我要和他争这个魔王，又如何？难道就因为他是你的师兄，我就该让给他？萧晨摇头，有些语无伦次地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不是因为你的接近，我是不会喜欢上。我师兄为了这一天准备了很多年，可是因为你的出现，我没有说让你让给他，我只是一直都想帮师兄，可现在……他很为难。阿晨，这和你无关。慕名轻轻地捧起萧晨的脸，温声道：我们是公平竞争，若谢天连承认失败的能力都没有，他也不配当这个魔王。萧晨愣了一下，心里依旧有点罪恶感，那感觉就好像他背叛了谢天一样。我答应你，他会当上魔王。慕名轻轻地抱住他，无奈地叹了口气。阿晨，你何时才会把我放在第一位？萧晨听出了他语气里的无奈，一时间更加的难受了。隔了一会儿，慕名才松开他，握着他的手道：回家吧。萧晨一直在家待到了晚上，等到慕名抱着他睡着了，这才慢慢的抽身下床，留了张纸条后就出门去了谢天家。他前脚刚走，本来还在睡着的慕名就睁开了眼睛，捂着胸口竟闷了口血出来。刘星感应到主人受伤，立马挣扎着现出人形。主人！慕名擦了擦唇角的血迹，淡淡仙眸瞥他一眼。
刘星抬起想要扶他的手，在他的注视下又慢慢地放了回去。他双膝跪在地上。主人，你还是太心软了，你明明难受的厉害，却为了让他放心忍到了现在，知道吗？牧民皱了皱眉，心有不悦，却没有表现出来。主人，其实如果你想瞒住这个身份，我大可帮你随便找一个替身，因为根本就没人见过真正的木皇，可你非要选择在这一天。刘星不可置信地突然问出口：主人，你是故意让他知道的吗？闻言，牧民眼神微顿，随即轻轻地叹了口气。连一个器灵都看得明白的事儿，他的阿晨怎么就看不懂呢？